哎，君不见荒野逃，乱世百宝无人收。没想到这里会出现妖兽。这标志是黑活人。是谁？是其他镖师吗？没错，我是黑铁级镖师路人甲。坚持下，我这就来救你。黑铁骑，快逃！你不是他的对手！别管我，快跑！放心吧，我可是最强黑铁级镖师。你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带你去治疗。等等，我妹妹的啊，妹妹。救救他！是我们全村的希望。啊！难道姐姐已经……跑到这里的话，应该……啊！已经追上了吗？怎么办？可恶！啊，你谁啊？打扰了，你是柳星星吗？哦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叫路人甲，是来自天府基地的镖师。你是镖师？那刚好，我身后有棵树。原来你说的是妖兽啊！还是追上来了，怎么办？哼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就不会。谁？咦？怎么冲着我们发脾气了？退下！啊！没有受伤吧，这位美丽可爱的小姐？如此娇艳的花朵，若是沾上一丁点尘土，都会令我彻夜难眠。没有受伤。你也是镖师吗？刚才那几下好厉害呀！砰砰砰，几下就把妖兽干掉了呢。过誉了，区区 S 级妖兽。这我也可以的。哦，在下白鹰级镖师司南佩，不知您是？我也是镖师，路人甲。黑铁级镖牌。黑铁级是什么意思啊？按照联盟的划分，镖师分为黑铁、青铜、白银、
黄金以及铂金和大师6大等级，等级分别对应着妖兽的级别，只有相应等级的标识才能对抗同级别的妖兽。这只可是 S 级妖兽，以你一个黑铁级标识，敢说能对付它？刚才若不是我出手，你们已经……妖兽尸体你拿去领赏吧。香香，我们走。能不能听人把话说完？等一下，刚才我就想问了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这个给你。这是姐姐的，怎么会在你那里？他说你们需要将一批紧急的医疗物资送回村子，委托我来保护你。那姐姐她到底……抱歉。人死不能复生，香香小姐，还请节哀顺变。他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本来想说，因为把姑娘送到附近镖队营地治疗，来晚了一步，抱歉的。算了，治疗的情况我也不了解。你姐姐委托我保护你，将医疗物资送回村子，我已经收到了她给的报酬。那是世界灾变之后，生物获得未知的力量，成为了妖兽。人类为了对抗拥有强大力量的妖兽，也研制出了获得超凡力量的方法。这种药物被称为基因进化液。哦，你也认识这东西？这是姐姐的嫁妆，她果然已经……香香小姐，既然你姐姐想将物资送回村子，我想你也该努力完成她的遗愿才是。司南先生，你要振作起来。说得好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等等，香香小姐，虽然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碰到这妖兽的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地方妖兽等级可不低，随便一只都是 S 级。区一个黑铁级表示阴阳怪气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在下看香香小姐刚刚失去亲人，又处在这种危险之地，实在是放心不下。但是在这西南边陲，白银级标识数量稀少，不如香香小姐就由我来护送如何？好呀，真的可以委托司南先生吗？当然，报酬的话，就用基因进化液吧。可是村里只有姐姐的这一只。哦，那让黑铁级的退掉任务，将基因进化液还给你，如何？我也是在帮你，免得你在 S 级妖兽面前丢了性命。啊！搞半天，你是为了这东西？毕竟它不仅能让普通人觉醒超凡力量，也是觉醒者晋级的关键。要是我说不给呢？见识倒还不少。在下可不是为了区基因进化液，不过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把东西骗到的，在下现在作为香香小姐的镖师，可不能看着她的东西落入外人之手。等等，告诉你一件小事，我不喜欢别人拿枪指着我。什么时候？这本来就是你姐姐的东西。要选择谁，你来决定吧。既然是相同的报酬，
确实还是等级更高、长得更帅的比较划算。别误会，我非常感谢你能赶来救我。算你识相。既然决定了，就快走吧。总算打发走了，接下来，看来还得追手续。150年前，毁灭世界的灾变之时，各国的精英被带到早已备好的掩体中避难。灾变后，这群保留着文明火种的人类，以各自的掩体为核心，建立了龙、鱼、蛇、牛、熊5大火种基地。任家，这次你要去鱼基地的管辖地带，你不能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想好怎么隐藏了吗？放心吧，老头子，早就准备好了。这块标牌你拿好。那些家伙喜欢对镖师下手，那我们就守株待兔。人家做一个普通的镖师去吧。姐姐，香香小姐不必担心，只要坐着我的劳斯莱斯，很快就能完成你姐姐的愿望。他叫劳斯莱斯吗？好厉害啊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。那位黑铁先生也有吗？一个黑铁怎么可能？高级镖师实力更强，往往会运送更危险的路线，因此我们会使用一些交通工具，用于节省体力，以随时应对危险。黑铁是最低级别，只会接低级跑腿任务，怎么用得起这个？可是刚才黑铁先生刷的一下，感觉也很厉害呢。刚才只是我大意了，不过只要有了这个，我就可以。你这样不看路，很容易把车骑翻的。你怎么在这里？黑铁先生，你这车吵死了，怎么可能找不到？这不是找的问题吧？好，你们还有别的客人呢？吃的。妖兽，由灾变前的普通生物进化而来的新世界霸主。镖局联盟将妖兽划分为6大等级，哪怕最低的 N 级妖兽都拥有远超普通人类的力量，而最强的 GR 妖兽，传说常年蛰居在妖兽山脉深处，拥有毁天灭地的恐怖力量。人类面对妖兽，犹如蝼蚁面对着巨人。吃的。我说啊，你们没有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吗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吧？放轻松，这种妖兽叫峨眉猴，据说灾变前就是靠着讨要和抢劫人类的食物为生，只是一种群居的 S 级妖兽罢了。对于我这个白银镖师，完全不在话下。你滚吧，这里没有吃的。你刚刚是在对猴子耍帅吗？司南先生，小心！吃的，擦边吃。不识抬举。
伤好痛啊！枪没用吗？稍安勿躁。哼，这下不疼了吧？不愧是白银级镖师，司南先生真是太厉害了。那当然，黑铁级可做不到这样。白银啊，我突然有个小问题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？你刚才说这妖兽是群居的来着？你这破车又慢又嘎吱乱响的，能不能行啊？闭嘴！你滚下去就快了。可恶，怎么还更多了？仇，报仇！群居妖兽越杀越多，最后还容易引发兽潮，这是常识吧？啊，兽潮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少废话，我还要你教我做事。不开枪，难道等死吗？现在就扔你下车，看你能有什么办法。说起来，办法我还真有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这是……混账！居然算计我！让他自己把妖兽引走就行了，我们就先在这里藏着吧。司南先生，黑铁的，你给我等着！好，报仇，擦边，吃，擦边，碾碎，吃。抓住！擦扁！擦扁！碾碎！碾碎！碾碎！抓住！碾碎！哼，想得美！哼，再多也不过是些低级妖兽。就算受潮又怎样？来多少我杀多少。不过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。虽然他们追不上我的劳斯莱斯，但是子弹很贵呀，绝不是我怕了。跟甩掉了这群猴子，我一定要让那个装模作样的黑铁生不如啊！等等！现在不是的时候吧？热水，喝吗？你怎么这么没心没肺？外面那么多妖兽，还有刚才的声响，司南先生他……是哦，要不我先送你回村，再回来替他收拾好了，特别服务哦。不行，重要的物资还在司南先生身上，你叫我怎么回村子？物资不是在你脚边吗？你说这个？这只是些日常物资，真正要紧的是孕妇生产要用的黄酮素，但东西我交给了司南先生保管。如果没有黄酮素，村里即将出生的宝宝们都会有危险，这该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那家伙好歹是白银级，那群猴子奈何不了他的。
除非还有更高等级的妖兽。这家伙是这群妖兽的首领吗？表示还是白银级，很好。这种压迫感，恐怕是更高等级的妖兽得找机会逃。我们桃花村是一座女人为主的村落，因为缺少强者的保护，面对妖兽和劫匪的欺负，我们只能忍气吞声。于是，村子每一代都会选出最漂亮的女孩，与强大的觉醒者联姻，以这样的方式获得保护，让村子延续下去。每一代新生的生命，都是村子未来的希望。这样，你能明白黄酮素的重要性了吗？等等，那为什么是你来送东西啊？那些保护村子的强者呢？谁来都比你和姐姐来好吧？这不是司南先生再送了吗？啊！原来那玩意儿真是字面意义的嫁妆，这次就顺便出来相亲了，然后挑中了那家伙。什么叫那家伙？人家可是白银级镖师，长得又帅，身手又好。不好！怎么了？你要干什么？没时间解释了，跟我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眼镜还杀了不少猴子。那他现在凶多吉少。那黄酮素，村里的宝宝，那可是村里攒了好久才买到的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司南先生也……没想到他那么不中用，根本没撑几秒。应该是出现了更高级的妖兽，说不定在车子里。可恶，果然在他身上。起来吧，我们尽快追过去，至少能把药拿回来。祈祷猴子不备孕吧。追？可是连白银级镖师都这样了，只凭我们，你也只是个黑铁吗？我可是最强黑铁。会动吗？动一动啊！还是不行吗？哎呀，又死掉了，废物！还是看看白银的。行了。放过我吧！我有物资，我有钱，食物要吗？我可以给你们食物。我不要变成那样。那些都是失败品，好不容易抓到了白银，我得活着。那放了我吧。我为你准备了别的实验。你和他们生孩子，生下的孩子会不一样。滚开呀！救命啊！司南先生，中气十足，他还很有精神嘛。
做什么？那些猴子的假睫毛真有意思啊。现在怎么办？找个机会溜进去。我想问问你，他背上的那个标志，你看到了吧？以前有见过吗？没有。怎么了？你在找这样的东西吗？你看，这座废墟城都被妖兽占满了，联盟里却没有附近被大量猴子袭扰的消息。那猴王显然能够很好的控制这群妖兽。要和他战斗，就得面对整个猴群的攻击。万一杀了他后，妖兽四散奔逃，附近的村落可就全完了。可是我的能力有时间限制，真麻烦。那司南先生和物资……放心吧，那猴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他们陆陆续续袭击过来很麻烦的，除非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真香！混蛋！你干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妖兽太分散了，我很难处理，除非他们能聚集起来。那干嘛把我绑起来？这能有什么用？就麻烦你当一下诱饵了，好让我把他们一口气解决了。你们干什么？走开！不要啊！停下！怎么回事？这气味是……为什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妖兽？别装了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在胡说些什么呢？你是个天觉者吧？觉醒的能力是和气味相关的。你还控制不了能力吧？虽然只泄露了微弱的一丝丝，但我和那些猴子都能闻到，他们就是追着你的气味来的。虽然人类可以利用基因进化液觉醒异能，但也有一些人天生便拥有异能，他们被称为天觉者。天觉者拥有远超普通觉醒者的能力，但也因为力量太过强大而容易失控，因此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联盟的追杀。不想暴露身份的话，就乖乖钓一会儿吧。天觉者呀！太好了，还好呀。当然好了，星星等月亮，总算把你等来了。这气质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真的是黑铁？如假包换。香香，因为你是天觉者，联盟会想方设法抓住你，把你关起来做实验，甚至杀了你。所以答应我，无论如何不要暴露身份，好吗？那姐姐，如果不小心被人知道了怎么办啊？那样的话，就只好在他泄露秘密之前杀了他。姐姐，
这种事，做不到啊！这个人强到超纲了，好大的力气！是增强系觉醒者吗？这是猜错一半。难道是书写供药？太棒了！今天真是惊喜不断呐！从来没见过这种体质，我会好好珍惜你这个实验品的。不过是清理了一群小猴子，就自以为能与我一战吗？那好吧，你确实不错，值得看看我真正的实力。呀！这就是 SR 级的实力吗 ？SR？ 开什么玩笑！我可比普通的 SR 级妖兽强悍得多呀！喂，我说你呀，你也一起来吧。等实验完成后，你也会变得和我一样，变得超出等级的强悍。心动了吗？怎么还没说完？啰啰嗦嗦，烦死了！我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先溜吧！这下轮到我说话了吧？告诉我，水熊是什么？你们有什么目的？水熊？那是什么？少跟我装蒜！你身上不就有水熊的标志吗？我曾经也是个标志。啊！突然在一个装满水的罐子里醒来，不记得发生了什么，想不起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身在何处。我跟着身体的感觉找到了这群妖兽，他似乎是妖兽的头领，但我知道我不是。我曾经也想回去人类的村庄，但没人愿意和我说话。妖兽，我好孤独呀！等等，所以你才想把我……没错。有一天，我想到，没有同类的话，我为什么不自己做几个呢？想让你们三个，这次一定能成功了。用缝合嘛，真是个好办法。我还有个问题，好好回答的话，就把这眼睛送给你缝。喂，真的吗？虽然它是最差的选项。差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记得是在哪里醒来的吗？这个我记得，我还回去过，不远不近就是了。就在哎，你刚才不会真想把我送给他吧？快出来，香香回来了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遇到危险了吗？确实是遇到了危险，幸亏有高人相助，才能将物资带回来。高人，想必就是这位先生了。
果然是玉树临风，膘肥身健，鬓毛齐整，四蹄坚韧有力。在下白银级镖师司南佩，姐姐们好啊。怎么感觉像在说什么动物啊？不过，我们互相都有小秘密，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吧？姐姐，那要是被人知道了秘密，却又没办法杀掉他，怎么办呢？那没有办法，只能嫁给他了。是老头子在数落我吗？可恶，西边这么大，怎么找啊？还有这块烂牌子，就不能给我准备一块等级高点的吗？在这个末世时代，匪徒当道，妖兽横行，人类从生物链中的霸主沦为蝼蚁。在末世之初，人类只能依靠荒野中找到的食物苟延残喘，直到人们聚集起来建立的基地城市，成为人类在末世中的避难所。不同功能的城市像器官一样支撑着人类文明，而其中流通的血液、物资的流通运转，由一群被称为镖师的人承担。虽然镖师都是拥有超凡力量的觉醒者，可每一趟镖的过程依然充满艰险。但是，镖师们都秉持着一个信念：大家再坚持一下，咱们就快到了。老大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我们先搞点吃的吧。小六，还有吃的吗？负责食物的阿亮过河的时候就，干粮和药品早都没了。哎，老大，大家就地解散，找些吃的吧。好嘞。动静小点，别惊动了妖兽。这趟镖已经跑了1周了，大小6场战斗，牺牲了12个弟兄。但是，回去了得好好犒劳一下大家。嘿，老大快看，我找到吃的了。是什么东西啊？真的能吃吗？你们没见过吗？这东西灾变前叫小强啊，据说是生命力最顽强的生物。哎呀，听说吃起来是鸡肉味儿，嘿嘿，嘎嘣脆儿。怎么样？是鸡肉味吗？其实我不知道鸡肉是什么味儿啊。你也不知道啊？这些都是老刘教你的吧？哎，是啊，老团长牺牲也有好几年了。哎，不说这个了。他跟我说过，小强都是群居的。我们在这附近找找的话，应该大家都能吃饱了。老二小心！啊！老二，可恶啊！都去死吧！别冲动，数量太多了。我来拦住他们，你们带上镖物赶紧撤。老大，快跑！别管我！小六，好大的蟑螂！我来拖住他，你们快走。队长，可恶啊！越来越多了，这样下去，
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带上镖物快走啊！可是，这枪已经用不了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小游，你听着，很抱歉，你第一次送镖就遇到这种情况。就算豁出性命，也要将镖物送到，这是我们镖师的使命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明白了，就快滚吧！是。一群臭虫，有种冲我来呀！看看你爷爷的肉好不好吃！三哥，可恶啊！这里怎么会有人啊？你也是镖师吗？没错，我是最强黑铁级镖师路人甲。太好了，拜托你。我蛇油塘镖局的镖师有命，请你替我们完成这趟镖。受的伤，已经没有力气再跑了。我们镖局32名镖师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现在追上来的那只妖兽，连白影级的队长都死在了他手里。我帮你拦他一下，你快走，一定要把物资送到前面的镇子去。稍等一下。好了。抱歉，你刚才说啥？正因为你们，人类文明才能延续至今吧？不好意思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实在太感谢你了，请和我一起回基地，我会上报联盟报仇。不必，你送完镖后，自己拿了吧。比起这个，能帮我指一下路吗？我都瞎晃悠好几天了。大新闻！龙城火种基地铂金级强者赤血修罗神秘失踪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是真的，联盟通报已经快1年没有他的消息了。该不会悄悄死在什么地方了吧？人家抬手就能灭掉整个天府基地，怎么可能死得悄无声息的？那是在哪里闭关吗？这谁知道呢？走开！一边去，别挡到我们了。哟，这不是那个最强黑铁级镖师吗？看来你也很关心赤血修罗呀。怎么，想和他一决高下？能不能打赢我不好说，打个平手应该不难。你们聊，我接任务去了。哎呦，不过是个黑铁级废物，还真当自己是个绝了。慢走啊，高手。可惜啊，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反正他失踪，趁现在下战书，还能不战而胜呢。切，脸皮真厚啊！这里是天府基地东边，一个叫张瓦的村子附近。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还得找个往东的任务。最新黑铁级任务招募镖师，目的地为基地东侧。啊，这么解渴？这次是一项护送任务，需要将雇主游荣小姐护送到基地东侧的张瓦村。不过，本次任务有一个特殊要求，镖师要护送的不仅是雇主本人，还有雇主所处的这个生活舱。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，游荣小姐必须在此生活舱中，不能外出。这个任务我可以啊！我报名。各位，
感谢你们的踊跃报名。不过，这单并非随意能接下的。我要去的张瓦村地处山林，并无道路通行，所以需要接单镖师全程背负生活舱。这得全顾力量型镖师吧？那需要哨兵吗？价格好说呀。你要去张瓦村不需要这么多人，交给我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这位镖师，未经允许，请不要擅自上台。滚下来！他刚才说自己一个人就够了，这简直天才呀！居然还有这一招可以独占小姐姐。让我来试试，我是力量型觉醒者，我才可以一个人送这趟镖。耶！这没你的事儿了，你下去吧。嘿，真的抬起来了！啊，好强的力量！还是有点勉强，但是没关系，不管花几个月，我一定会一个人把尤荣小姐送到。等等，要这么久吗？我没说过只要一位镖师啊！哎呦，闪到腰了！就你装，遭报应了吧？不是，刚才绝对有东西撞到了我的腰。你没事吧？看吧，还得交给我。放心，我可是最强黑铁级镖师。你连力量型镖师都没办法？就是装什么装，快滚下来！你要是能搬起来，我当场把罐子吃了，瘦得跟晾衣杆似的。哼！我们来打个赌吧，尤荣小姐，如果我能把你运出这扇大门，这趟镖就交给我，如何？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话，那就说定了。台下的各位，都让一让，送镖了！哇呀！哇！生活舱没坏吧？放心，好着呢。你看，这不把你运出来了？混蛋！哪有你这样送镖的？也没有道路让你……你混账东西！你死定了！把小姐姐还回来！差点压到我！好像引起公愤了。你就等着被收拾吧！你还想做什么？住手！住手！你说什么呢？按照我们的赌约，该送镖了。走开！别过来！你别只顾着走啊，快想想办法！放心，2只鸟而已。说的轻松，烦都烦死了！快帮我赶走！要赶走可以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吧。你要去张瓦村干什么？怎么问这个？你把我送到后拿酬金就行了。问这些符合联盟规定吗？不想说就算了。不过，为了快点送完这趟镖，不如还是用滚的吧。说什么呢？你是在威胁我？我要向联盟投诉。我可不敢威胁你，只是想提高送镖效率。等，别扔！我说，我是去看病的。看病？我听说张瓦村有位隐居的医生，
据说他医术高超，擅长疑难杂症。如果病症引起了他的兴趣，他甚至会免费治疗。医生治病？是的，你也知道，这边白银级镖师本就不多，据说他是觉醒出了些岔子，最后说是有个隐居的名医能治，听说还是免费的，之后他就失踪了。在觉醒能力上有研究吗？没听说过这地方有这号人啊。你区区一个黑铁铁血真真的铁血战神，没听过这种偏远山村的小角色很正常的。我也是听他说自己是白银级镖师，才想起来有这么一个人，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。免费的医生？这混账畜生！你没事吧？啊！糟糕了，快逃！啊！你没事吧？这是火！收火草！你哪儿买的破罐子？轻轻一放就裂了！别管我了，快跑！跑得越远越好，我控制不了。水不够吗？这是你觉醒的能力？不是叫你快跑吗？可恶，来不及了。该死！我要早就叫他快跑的。这样下去，整座山都会烧起来。要是附近有村子，你想办法控制住。这火有点厉害，确实得想想办法。我烧糊涂了吗？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早和你说了呀，我是最强黑铁级。吓了一跳是真的。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办法嘛，或许可以试试。血铠，来！等等，别碰我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不碰你，怎么一起过去？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不会被烧到吗？抱紧了。这里是……哦，看来能有效果。不过，才这么一会儿，居然整个湖都沸腾了。你没事吧？我的身体只要接触到外界空气，皮肤温度就会不断升高，达到临界值时就会燃烧起来。时间越久，温度就越高，就更加难以熄灭。刚才的火焰强度至少有黄金级了。
不错的能力。黄金吗？我原本生活在更西边的一个村子里，那里常年受到妖兽的袭击，妖兽啃食粮食，袭击村民。最初人们还能靠着灾变前的武器抵御，但后来出现的妖兽越来越强大，到了人类难以战胜的地步。于是村长不知从哪里弄来了神药，宣称能让大家觉醒超凡的力量。可是阿强也死了。哎呀，村长，村口快顶不住了，妖兽快到了！可恶，连他也承受不了这药吗？没时间了，还有最后一咒。二强，该你了。别开玩笑了，这玩意儿都喝死多少人了！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才不喝。让尤荣来喝，反正他是个孤儿，村里养了你这么久，也该报恩了。你父母就是被妖兽所杀，你也想为他们报仇吧？啊！我喝。怎么样？没有倒下，这是撑住了。成功了吗？别管那么多，妖兽上来了，快把它扔出去！村长说的对，快！快把门关上！哎呀，知道，吵死了！加油啊，尤荣！村子可全靠你了！去死吧！你刚才说这能力不错，我倒是希望从来没有喝过那东西，也不需要这种糟糕的能力。像你这种人根本不会理解这种心情。也许吧。说到底，这就是个意外，你也别想太多了。说起来，你真的只是黑铁吗？我的火焰把 SSR 级的妖兽都烧成了灰，你却一点事都没有。就和将我装进生活舱的那个人一样，那个手上长满了鳞片的人。就是他让你去张瓦村的。他长什么样？他戴着防毒面具，我没见过他的脸。他一下子掐住了我的脖子，我在一阵寒气中失去了意识。你只是病了，去张瓦村吧，那位医生会帮到你的。怎么了？你认识他吗？啊！你死了！你在看哪里啊？冤枉啊！我刚才是在沉思。反正我醒来后就在生活舱里，他把我放到了基地，留下了一笔钱让我雇镖师，其他我都不知道。那他身上有什么奇怪的标记吗？没看到，不清楚。这样啊，那我们赶紧出发吧，去见见那个医生。出发？怎么出发？没了生活舱，我一旦从水里出去，又会……这个嘛……你找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有就不错了。你知道我跑多远才找到的吗？
吧，就快到了。你什么态度？我一定要向联盟投诉你！哎呀呀，风和日丽，鸟语花香。哼，新病人差不多也快到了。这地方好荒凉，就连妖兽都见不到。真的是这个村子吗？在变前，这种地方可不叫村子。奇怪，完全没有妖兽活动的痕迹，也没有人类活动，太反常了。这里真的有医生吗？你不会是走错地方了吧？放心，不会错的。只是要在这废墟里绕来绕去找活人，那可不太容易。超显眼啊！没人吗？谁在敲门呢？来看医生的吗？哎，新人来了，哈哈哈！欢迎欢迎！咦，喂，等等，你先进来吧。先安排检查，然后赶紧做手术吧。以后我们就是病友。哎，你衣服穿多大的？还是先给你安排住院吧。你喜欢什么样的房间呢？要和我一起住吗？医院里保持安静，都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？哼，这次又是怎么了？医生，医生，哦，是有客人呢。难怪大家这么闹腾。欢迎啊！我是这里的医生齐利科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我只是个镖师，是他要找你。您好。这位小姐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被装在坛子里了？医生请看。哦，变化系的能力，皮肤接触到空气会升温，最后大概会燃烧起来吗？泡在水里，是因为无法自行控制吧？似乎是药物不纯导致的不完全觉醒，有趣。好厉害！具体情况进去再说吧。对了，这位镖师，要不一起做个体检？不要，我好得很。我打算去村里逛逛，顺便看看有什么土特产。不许！忤逆医生的决定！你干什么呀？怎么还把我台词抢了？干什么呢？快退下，不得对客人无礼。是。实在抱歉，没伤着你吧？只是不做体检，就得在别人身上开几个洞，你们倒是热情。当然不是，镖师说笑了。我想留下镖师，还是有其他原因。你也看到了，这几个病人都是精神上有些问题，做事既冲动又不着调。新来的病人又是个楚楚可怜的姑娘，我实在不放心让他们照顾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姑娘治愈后也需要镖师护送，这偏远山村里镖师也不好找，你要找的土特产是没有的。医院里倒是有些好茶，所以你也别去逛了，进去等着姑娘的手术完成如何？本想避开他们耳目，
再找机会溜进来的。怎么就稀里糊涂的进来坐着了？那中分头虽然阴阳怪气，但又看不出马脚。待会儿还是得找机会四处探查一下。茶水有问题，果然不是什么正经医院，不能放任他治什么鬼病了，得找到游蓉小姐。尤小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身上没有燃起来，她还真给你治好了？是的，已经好了。多亏了你，陆先生，你及时把我送到这里，拯救了我的性命。大恩大德，不知该如何报答。小女子思来想去，只好以身相许了。那个中分头混蛋，千防万防，还是被他的幻境耍了。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土特产吗？我说，就一个镖师而已啊，至于把妖兽都放出来吗？把它也一起放出来。你在说什么？那东西，医生说看不出那家伙的深浅。他被放出来，要是没吃饱，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可不管啊！闭嘴，照做就是。刚好最近也没喂过他。没有燃烧。放心吧，刚才的体温抑制剂能够帮你暂时控制体温。我的镖师，他没进来吗？他啊，说有新的镖要送，就先走了。我还没确认镖物送达，他怎么可能？等他送完那趟，可能就会回来吧。说起来，你想要怎么治疗？治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恢复觉醒之前的样子。想怎么样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哼，放心吧，等你一觉睡醒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是防止你过于疼痛乱动，弄乱了我的实验室。等等，我想等镖师在场时再继续。没关系的，等治疗结束，你就可以下去陪他了。居然真的有用，这就是新世界大门的钥匙，再多来一点。为什么？教规你们不许和他玩了，克死了他父母，你是想我也死吗？贱女人，长这么骚，肯定是想勾引我老公。喝掉他，村子可就全靠你了。我明明什么都没做。那位大人提供的文件果然没问题，接下来只要医生，谁来？不是说过不许在实验中进来吗？不是啊，医生，那个镖师他吞吞吐吐的，他怎么了？滚！救救我！还愣着干嘛？
快上啊！知道了，这就是老子的完全体，浑身锋利的骨刺，攻防兼备。看你要怎么？他不是你们自己养的吗？下辈子记得宠物挑个脾气好的。医生，我就知道它不简单，幸亏提前放出了这东西。不过得想想，干掉它后怎么把这东西关回去了。你们应该明白，动了镖师的镖物是什么后果吧？镖物，它分明是那位大人给我的礼物。你们还站着干什么？拦住他！可是，少废话，给我上！精神系的能力吗？一群废物！还有气，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对我雇主做了这种事，你可就别想跑掉了。谁说我要跑了？既然这个实验已经完成，接下来就该拿你来当素材了。啊！这能力是？很惊讶吧？我居然复制了他的能力。人类仅拥有31.6亿个碱基对，因此觉醒这种偶发的异变很难重复。我提出通过在体内嫁接觉醒部分的基因来复制已有能力，如此天才的想法在组织内居然无人理睬，都看不起我，说什么实验早就有人做过，不可能成功。只有那位大人愿意信任我，不仅给我过去的实验资料，还把我找来了实验素材。终于我成功了，只要不断的复制能力，以后谁还敢看不起我？看不起？只是这样吗？你们组织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啊？怎么没烧起来？那正是组织的秘药——体温抑制剂。好，听起来是个好东西。目的？你这种人怎么可能明白我们的崇高？啊？什么时候？说说嘛，说不定听完我也想加入你们呢。加入？你只配成为实验素材，这就是你能给组织做的贡献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身体会自己？不对，我的理论不可能有问题啊！那位大人给的资料也……为什么？好吧，你至少知道其他人为什么说不行了吧？不行，不可能！这只是一次小意外，只要修正一下公式或者是配方。意外？实话告诉你吧，
你现在的样子，我眼熟得很。胡说胡说，胡说八道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才是实验品？怎么可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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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也别灰心，只要你改变主意，好好告诉我水兄的目的，也许我还有办法把你医好。哇，确实改变主意了，不会让你再做实验素材了。啊！你去死吧！烧得你灰都不剩，居然想挑拨我和那位大人的关系！你连实验素材也不配做，去死吧！呀！你这家伙，已经彻底疯了！你这模样，发如赤鳞，甲似残阳，我在组织文件里见过。你是龙城火种基地9大铂金级强者之一的赤血修罗。整天看些乱七八糟的文件，这么有空，不如去看看心理医生。没想到居然，不要杀我！刚才不相信有办法救你，这下能信了吧？我还有问题想问你，只要你乖乖回答。你是说真的？你问吧。之前龙门镖局有一批送到鱼城基地的镖物失踪了，镖师也尽数失联。这件事你知道吗？龙门，我这样的小人物怎么接触得到这种级别的消息？真的？这事跟你们组织有关系吗？哦，我好像看过相关报道。组织给我的文件和资料，都放在那边的库房里，有很多我也没来得及看。去找找的话，也许……行吧。有破绽！赤血修罗失踪了整整1年，现在却在我面前露出了真身。你以为我会信你留活口的鬼话吗？我可没那么傻。我现在的状态不是病，是人类的未来。就在刚才，我已经悄悄融合了那位大人送我的宠物，没注意到吧？现在的我拥有如此多的异能，如此澎湃，只要继续融合下去，我将成为这个世界的神明。纠正你一下，不是没注意，是没在意。神明？咦？所以才说你该去看心理医生啊。自灾变始，恢弘文明俱毁于一旦，人类遭受苦难逾100余年，弱肉强食，道德沦丧，人类如蝼蚁般惶惶。只有我们水熊才是真正的救世主。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吗？请输入密码。密码？开玩笑吧！密码错误，系统已锁定。这是什么智障传教方式啊！真是谢谢你们。
密码错误，系统已锁定。还是自己找找吧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文件？哦，这不是他说的什么密钥吗？拿一些给蓉蓉小姐吧。啊，等等，上面写着赖安匹，该不会就是普通的退烧药吧？总之先拿着。这本子是后元144年晴日记啊，全是絮絮叨叨的废话。等等，149年边境镖师组织决定在边界突袭一批镖队，以此抓捕一些优质的实验品。一对龙城火种基地的夫妇镖师让行动险些失败，两人身份敏感，让组织决定折服。这时1年前，龙城火种基地。少爷，你不能出去啊！等等，少爷，你冷静一点。滚！我哪里不冷静了？你看我像不冷静的样子吗？说，是谁让你们拦我的？少爷，是。疼！你这臭老头！是我让他们拦的。黄老爷，您可算来了！老头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次是你莫叔和黄姨带队，我知道，他们把你养大，你们感情很深，我当然知道。那你还……他们夫妇好歹是黄金级，龙门也不是什么小镖局，对方却依然发动了袭击。一击得手后，便再无音讯。你这样过去，又能查到些什么呢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也要转到暗处开始？冷静下来了吗？那待会儿到基地里一趟吧。密码错误，系统已锁定。老头果然没猜错，他们不是遇上了妖兽，一群鬼鬼祟祟的东西。叔，姨，你们再忍耐一会儿，我马上就能帮你们报仇了。虽然想这么说，可是这家伙，后面完全就没再提过这事儿啊，也没写个地点。可恶，线索到这里又断了。齐医生，齐立科医生在吗？奇怪，怎么没人回应？地址应该没问题啊。可是和任务描述好像不太一样。这种地方真的会有人吗？该不会是被妖兽……喂，有人在吗？哼，有。等！救命啊！放过我吧，有什么我都给你。吵死了！怎么是你这家伙？原来是陆老爷，别来无恙。你放心，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你，谨守秘密，真心可见。所以，斗胆问一句，能不能先放我下来？放不放，
等我问完再考虑。你到这里干什么？当然是宋彪在黑市里接到的，开价优我，我就猜到有问题。少啰嗦，标物在包里。这个不是标物，是我的山流物资。这东西非常可疑，我要带回去详细研究。老爷，这东西可是我花了重金。可疑，非常可疑。老爷要细查这几本杂志，我还会将售卖战略物资的商贩地址告诉老爷。这还差不多。哦，就是这个了吧？你大老远就送了这玩意儿，只有1颗按钮。在黑世界的单子开价可高了。你按过吗？我可是专业标识啊！再说随便乱按，万一爆炸了怎么？算了，当我没说。没反应啊。喂，新的实验完成了吗？你来回答。实验成功了吗？当然，实验非常成功。我记住你的声音了。可恶，怎么就挂了？敢不敢多说2句？怂包！等等，我说错了什么吗？为什么记我的声音啊？再打过来呀！有本事报上地址。别戳了，这东西是不是在冒烟啊？一言不合就起爆医院，真是个狠角色。我靠！我一路背着这么歹毒的东西吗？接任务时，你有见过他吗？黑市里的交易商一般都看不到脸，给我任务的人戴了个会呼呼响的面具。医生被人发现了，果然是个废物。爸爸妈妈呢？好饿啊！这孩子父母都被妖兽吃了，真可怜。吃吧。娃娃长得这么俊，快点吃，快点长大。长大了果然美。现在可以好好报答我了。姑姑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！这是怎么了？火，大家都烧死了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你病了，我可以帮你。帮我？对，只要把你的能力给我，我就可以帮你去死。滚！醒了吗？你刚才好像一直在做噩梦。你是谁？这里是……我的镖师呢？他在后面看书。找我？你醒了也没烧起来，我就放心了。那个秘药还挺管用的。别担心，那个眯眯眼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。等等，
你一脸正经的在看什么书啊？学习资料。脸皮超厚，你当我眼瞎吗？老爷，确实赶紧收起来比较好。我们马上进城了，这种宝贝容易引起觊觎。担心错方向了吧？哇哦，好软啊！你这眼镜人，本事不怎么样，倒是很会享受啊。明明在我家睡我沙发，本事不怎么样就别提了吧。那你还想怎么样？我的床都交给你睡了，不然嘞？那个，要不还是我睡那里吧，这个我也不太习惯。没事没事，有容小姐躺在上面是我的荣幸，请尽情躺。别理这个眼镜人，早点睡吧。明早他送你去个地方，到时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呢。送我？去哪儿？治疗啊，那里有人可以帮上忙。你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。那你会一起去吗？我还有别的事，总不可能一直跟着你吧？你放心，那里都是些亲切的好人。是啊，你说的对，不能一直这样过下去。啊，游荣小姐就这么连夜离开了？你昨晚不是看着他跑的吗？我想去拦他，你又不让。纸条上写了什么？就是张欠条，说以后会把镖费补给我。混霸王镖嘛，要不我还是去把他追回来。不用，这附近有没有特别高的地方？是，情报回来了。你说的那位姑娘，他们找到了。行，那姑娘体质有点特殊，你们注意看好她。人已经跟上了，要把她请到基地保护起来吗？不必了，人各有志，她有自己的选择，你们就先跟着吧。明白。关于另外的那件事，现在没有组织再大规模购入实验设备，各地也没有佩戴防毒面具人士的目击报告，他的行动应该非常隐蔽，我们又不好大张旗鼓。知道了，我会继续跟进。祝五运昌隆，通话结束。哦，对了，你把外衣送给那姑娘了吗？他们都在猜测你们的关系呢。啊？难怪，我就觉得身上少了什么。你才发现吗？怕成这样还爬上来，你不用一直跟着我呀。还不是你非要让我说话，导致我被他们盯上了。现在跟着你才是最安全的，我可是知道你的秘密。威胁吗？哼哼，你知道上一个说出我身份的人是什么下场吗？是齐医生哦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能扔下我。随便你吧，爱跟就跟着。我要去买衣服了。欢迎光临本店，请随便逛。感觉都差不多，随便挑一件吧。价格在哪里啊？哇哦！连肚子也跟着饿起来了，这下怎么办？啊！
可恶，为什么全是我买的？谁要你一直跟着啊？江湖救急嘛。你一个镖师怎么能穷成这鬼样？别叨了，等我下趟镖搞到钱了就还你。还是算了吧，太奇怪了。以你的实力，随便接趟白银级的镖都远不止这数。可恶，白银级镖是这么好康的吗？哇，过于真实的黑铁发言，让我心情好微妙。我本来就是黑铁。啊，要不合作吧？最近刚好看到有个很赚的白银级任务，以我的身份加上你的实力，一定能轻松完成。哦，什么任务？押送。押送一个劫匪。神风寨，他们一直活动在盐城基地附近，杀人如麻，转进如风，所进之地都是寸草不生，血流成河，当地村民都谈之色变。他们在山林当中行动隐蔽，神出鬼没，联盟一直难以全力围剿，不少镖师都吃过苦头。那我们押什么？他们机缘巧合抓到了一名神风寨的干部，此人绰号霹雳腿，据说铁腿伶俐，无坚不摧。我们负责押送他到监狱去。押送任务要求最少2人轮换看守，我们刚好压线啊。没错，这可是只有白银级镖师才能接到的好康任务。接不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测试？这种事我可没听说过。砂锅大的白银镖牌你看不到吗？你是觉得我白银级资格有问题不成？当然不是怀疑你的资质，我只是公事公办。犯人也同意了这个要求。总之，押送的镖师必须通过测试。哦，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跟劫匪讲人权了？还串通起来搞什么测试？是不是私底下跟他谈了什么好价钱？无可奉告。测试内容是和霹雳腿打一场，获胜即可。意下如何？就这种小事，只要陆老爷亲自出马。拒绝，太无聊。可恶，拒绝的好快，还以为抱到了一条大腿。想啥呢？白银级都能抓到的家伙，让我来？看来只好我自己上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切记不能伤人性命哦。要求一堆。放出来吧。确定？照做就是了。到时候出什么意外可不赖我。好困。哦哟，这霹雳腿，原来是个姑娘啊！哼，速度对我是没有用的，可爱的小姐，这就结束了吧？哼，爷。不听劝了，那得罪了。哼，他可不是只有速度。金属手。这实力是白银级别。没错，霹雳腿，原名李秀珍，变化系觉醒者，双腿可变化为奇异钢铁。作为神分寨干部，实力强劲，号称有寻常白银不能匹敌的实力。
泛泛之辈，恐怕难以战胜呢。我有个问题，双腿是变成金属的话，为什么要叫霹雳腿？这不是重点，现在是考验司南先生实力的时候了，为什么还不展现异能？你在说眼镜人的能力？他一直在用啊。手枪？你在开玩笑吧？这小玩具也就对付一下寻常妖兽，对觉醒者起不了太大作用，可是常识。就这点本事的话，这趟镖你还是别接了。现在还这么想吗？觉醒者最常见的两大类别：增强系，身体细胞在原有功能上大幅强化；变化系，细胞因巨幅异变产生了非原生功能。通常变化系觉醒者在使用能力时，会伴随着身体的显著变形。若是如你所说，司南先生一直在用能力，那么他显然是增强系觉醒者。可是那把枪的威力是怎么回事？该不会他其实是变化系的吧？身体能代谢做子弹材料的特殊体质，比如屎。眼镜的能力和枪子弹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他倒是比刚见面时强了一些，不过想赢这劫匪的话，显然还不够。你在瞄哪里？幸好没伤到这儿。你这家伙，今天休想站着离开这里。怎么莫名生起气来了？果然只是普通的子弹，可是刚才击中腿时，分明有奇异震动。你的能力就是震动子弹吗？可笑！只要打不中人，你的能力就没有任何意义。只吃了1击就看出这么多东西，你还算不错。可惜，怎么往这边看了？好像想说什么，是什么暗号吗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陆老爷，该换人啦！不知道诶，可能是什么胜利宣言吧。你还有空和同伴聊天吗？看来你实力还不错，我得稍微认真一点了。看招！呀！子弹风暴！破罐子破摔了！小心小心！他疯了吗？发什么神经啊？够了吧，司南佩！谁呀？那人是……滚下来！你是吴谦？你识相点儿，这任务我要了。吴谦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个名声很臭的镖师，被大家称为掠食者。掠食者？是的，他的实力早就超过白银级了，但是却拒绝升级考试，故意停留在白银级。
这又是为什么？按照联盟的规定，如果评级镖师看上同一任务，可以通过决斗竞标。因此，只要他看上的任务，没有其他人敢接，不然会被他用竞标决斗干掉。怎么感觉好像在说我？他在决斗中下手极重，甚至不少镖师都被打得直接退役。时间长了，就没人会和他竞争任务，便可以坐地起价，拿到更高的报酬。雇主苦不堪言，联盟对他也是非常头疼。哼，反正就是来找事的嘛。不过，这里人多眼杂，如果动手，会不会被联盟认出来？不管了，那葫芦人都气到脸上来了。啊？这是让我别动手？伤好彻底了吗？司南佩，之前不是被我打得只敢接低级任务了吗？那次是我没准备好，这次可不一样。还想试试？那就竞标吧。身体，以为变强了又可以跟我试试了吗？刚才的战斗我都看到了，我根本不会给你抬手的机会。上次断了手还不长记性，这次就打断你的脊椎看看吧。偷袭，下作了吧？想要接这趟镖，是要打赢我，跟他可没关系。真是有味道啊！我说了，刚才的战斗我看到了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在一肚子吗？旧伤还是害怕？看看我的攻击，你要怎么护？不过就是个囚犯，哼，一个镖物，跟我装什么？等我来押送你的时候，哼，肯定得找个小树林，好好品尝一下。可恶，我的肚子！住手！那是我的表，你休想动它分毫！你不可能赢得了我的，司南佩。传闻中连黑铁任务都来者不拒的跑量家伙，哼！你知不知道，所有白银级都觉得你特别丢脸，没有朋友，也从不社交，每天都骑着烂摩托，一单接着一单的送。你还爬起来干什么？像上次那样断着手屁股尿流的逃跑不好吗？你早该知道，你的能力对我无效，连抬手的机会都没有，只是拿着把烂枪，能有什么办法？说起来，办法我还真有。办法我还真有。这台词，没有抬手机会的话，不抬手就行了。好让人害怕呀！这打地板神功，你是想直接笑死我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我现在确实还赢不了你，但是我今天可不是一个人来接镖。
障眼法，装神弄鬼的伎俩，我只要一声，就能全部占住。你好啊，什么人？好嗓门，原话还给你，装神弄鬼的伎俩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什么都看不见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刚才什么东西飞过去了呀？让刚刚发现的我惊讶地看了一眼。哦，这不是那个葫芦人吗？怎么倒在这里呀？好突然！小姐，刚才那个……我也不清楚，别问了。李秀珍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，我宣布最后的胜者是司南佩。承让。恭喜二位竞标成功，准备出发吧。陆老爷，我觉得那个招待员一定在怀疑你身份。无妨，就算有什么，不也是算在你头上吗？那我是不是很帅？说起这个，啊，烟雾弹搞得不错，怎么突然想到帮我隐藏实力的？当然是价值，越少人知道的秘密，当然越值钱了。那个招待妹也算竞争对手。想拿这个跟我谈好处？你是真不怕变成烂肉吗？风险高，收益高呀，这不就换到个好任务吗？多谢陆老爷出手了。老爷，我问问你，我是不是很弱？啊？不然嘞？虽然是事实，但你还是能精准找到最让人火大的态度呢。没关系，比刚见到你时像块烂抹布那样好多了。我谢谢你。这里是出发很久了吗？总算醒了呀，已经走了一会儿了。怎么就你接到任务了？我们还没打完呢。那个胖子呢？当然是被我痛快干掉了。对你，我只使用了1层功力，和漂亮小姐姐随便玩玩得了。你那身体状况，还是少和人家打打杀杀了。要不，干脆坐到前面来。你什么意思？是要放我出去？是啊，坐我旁边不太合适吧？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。你这垃圾车能拖个鬼啊！慢得和龟一样，大半天了才走了这么点路，而且一副随时要散架的样子，用走都比这快。还不是因为老爷上次拿我当诱饵时，我的劳斯莱斯……怪我喽，那是个鬼的劳斯莱斯啊！你还真敢放啊！你根本不是擅长速度的决心者。我现在要跑的话，你根本拦不住。放心吧，你跑不了的。你到底哪儿来的信息？难道是因为旁边这小子？可我记得，他只是个黑铁啊。当然是靠逻辑。虽然我看起来只是大量承接普通的送标任务，但实际上我感兴趣的任务都是经过完美推敲的。想仅靠一个白银就能押送的白银级囚犯，证明联盟完全不考虑劫狱等意外因素。不知道你和联盟私下谈了什么协议，让联盟认定你根本没有逃跑的企图。
我在无数的任务中相中这趟镖，正是判断它没有任何危险性。所以带上我是为了防吴谦吗？确实是个好算计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它没有任何危险性。此路非我开，此树非我栽。但想从此过，要问神风寨。我们来救你了，大嫂，好久不见。你们是不是故意，一直等到我的完美分析后才立刻跳出来打脸？你们两个识趣的话，就自己滚吧，不然的话，杀！这些骷髅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危险？你们恐怕对天府基地不怎么熟吧？也不去打听打听，我司南佩可是超越了白银巅峰的最强镖师，连掠食者吴谦也早已成了我枪下亡魂。人家还没死呢。枪下未亡人，这时候就别纠结这些小细节了。哼，白银，神风寨杀的白银机不少，多算你一个也没什么。又一个肢体觉醒者吗？变形程度看上去比霹雳腿还要强，不知天高地厚。陆老爷，这次可别又懒得……你们都退下，我不需要救。大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联盟有恃无恐的原因吗？切，可恶！怎么了？眼镜，这个任务到底是信任李秀珍，认为没什么危险的联盟比较幼稚，哼，还是觉得自己还能掌控这帮劫匪，盲目自信的李秀珍比较幼稚？刀疤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说话，你有种不听了是吧？兄弟们，看呐，联盟多么可恶！不知道那两个镖师用了什么手段威胁大嫂，让他都言不由衷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没有受到任何……大嫂，有没有可不是我在意的。弓箭准备，只要杀了那两个镖师，大嫂就回来了。或者，被眼镜妹算计的我们，才比较幼稚。你就直接说我傻吧。小姐，我还是想不明白，明明这单镖都因人手不够延期了，为什么还特意翻出来交给那两个家伙？虽然能把吴谦打成那样，确实实力不俗，可万一对上神风寨，仅靠2个人也太不妥当了。还是说你相信霹雳腿的那些话，就算有人劫镖，他也能把他们劝走？想什么呢？怎么可能相信一个囚犯的保证？那他们不是死定了？你和那个司南佩有仇吗？还是你笃定不会有人来救他？天府基地可承受不了白白损失一个白银。你猜？放心吧，我唯一能够确信的是，不会出什么事的。放箭！等等！既然动了手，
那就是你们自找的。哦，子弹风暴。别提那事了好吗？不能等我先耍个帅吗？全部倒下来了。白银机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他就是2把枪，你们都给我上！杀啊！嘿，放了大嫂！可笑！既然你们自己上来送死，你也休想伤到我的兄弟。你有本事就开枪，押送的人死亡，你这趟镖可就失败了。大嫂，大嫂，你这是……你们也是，都回去吧。要是兄弟们有什么伤我也死在你们面前算了。这下怎么办？大嫂也不像被控制的样子。要不我们先撤退吧？你们一群垃圾，都是没用的东西，还是我自己来。给我的啊，小礼物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像个钥匙。你猜啊？别闹了。是我这些年攒的家当。家当？什么意思？秀珍，等这票干完，你就带着他离开这里，找个地方好好生活下去吧。刀疤，得手了，给我死！闹够了吧？啊！这是杀气，凝结的犹如食物，好像面对着妖兽一般。可恶，这家伙还隐藏了实力吗？他盯着我看干嘛？刚才的杀气害我差点尿裤子。知道厉害了吧？不对，那杀气的来源是……二当家，二当家，你莽撞了呀！万一真伤到大嫂怎么办？就是啊，大嫂，你真的不跟我们走吗？不要我们了，大当家已经走了，现在连你也……对不起，我只是突然不想当劫匪了。大嫂，兄弟们看呐，这还是我们熟悉的大嫂吗？果然是被联盟洗脑了。我听说联盟里养了洗脑用的精神系觉醒者，只要我们把大嫂带回去。刀疤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二当家，过了吧，大嫂自己都这么说了。想离开寨子的弟兄们绝不阻拦，这可是大当家立的规矩。就是，兄弟们又不傻，你刚才自己被吓成那样，现在叫我们上去跟你拼命。你们一群垃圾！二当家的那可是小六，你疯了吗？内讧了。刀疤，什么二当家？磨磨唧唧的老东西已经死了，现在我就是老大。我说什么你们乖乖去办就是了，都听懂了吗？李秀珍，你也别动，不然我这圣物可不会手下留情。刀疤，你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，现在我就给你们看看我的厉害。嘿，浩玄，怎么扔了个罐子过来，摔地上可就碎了？
陆老爷，能不能别随便接别人扔来的不明物品啊？啊！好臭！酸性，毒气吗？那是什么东西？老爷，妖兽！啊，怎么回事？喂，排骨精，你刚才扔来的是什么东西？让我有点在意呀。刚才的杀气原来是你，藏得好深呢。可惜这种小心机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只会显得可笑。看看吧，这才是神技！你们还愣着干嘛？快把大嫂带回去，让我来探探她是不是被精神控制。啊，不对，李秀珍现在是我的人了。啊！数量太多了吧？哎呀，陆老爷，救命啊！来了！喘不过气，难道就死在这里了吗？找到你了，陆老爷，这妖兽都是 SR。你暂且埋着，我先处理他们。这家伙实力的上限到底在哪儿？好了，把你挖出来吧。我说老爷，我是不是很弱？该怎么拔呢？痛！下次别再乱接东西了好吗？你是无所谓，我一点也经受不起啊！抱歉。可恶，那些劫匪果然趁机跑光了。地貌被那些妖兽破坏得一塌糊涂，没留什么线索。而且，劳斯莱斯2号，明明才刚换了新轮毂，没有车子，也不知道他们的行踪。这些要去哪里把李秀珍抓回来啊？这画面好像哪里见过。这趟镖亮透了。你说，那排骨精扔出来的是什么东西？好像可以吸引来这些妖兽。那个不重要啊，现在我们得赶紧找到李秀珍。你的意思是？对，你说我们顺着这些坑洞，能不能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？陆老爷，你脑壳子坏了吧？他们回来了！医生呢？医生在哪儿？得赶紧止血！怎么会弄成这样？你们不是救秀珍去了吗？他人呢？唉，大嫂她现在进去吧。没你们事了，把门关上，都退下。我要解开大嫂的精神控制，你们都离远一点，听懂了吗？你少说两句。没事的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大嫂，
那老鬼都死了，你也这么久不在寨子里，全靠老子来操持。这帮白眼狼却还更愿意听你的。峰哥带的是兄弟，你现在却想靠那些奇怪的小瓶子，这样压服自己的弟兄们，人性早晚会散光。哼，只会说一嘴漂亮话吧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背着兄弟商量要抛下寨子逃跑，奸夫淫妇。那只是……陆老爷，干嘛？这条路我们刚刚走过了。那走这边吧。那条路也走过了。那……你这真的吗？那是5秒前你走过来的地方。那这边不是全都走过了吗？不然呢？我看你一脸自信的绕了好几圈啊！可恶，都怪这下面密密麻麻的，像个迷宫。这边走，好笃定啊，真让人感到安心。那是，在下人称天府活地图西南导游小半仙。没听说过。确实是刚刚现编的称号，不过看老爷这样子，还是我在前面带路吧。哦，你早说嘛！怎么回来了？又走错了？老爷，我错了，还是你走前面吧，可别把通道弄塌了啊！放心。哈哈，这妖兽来得正好，我有新主意了。老爷，你等等，我的内心深处升腾起了浓烈的不祥预感。哼，顺着妖兽的里面走，就不会绕路了。快跟上来吧。果然是这样，求求你，就这个千万饶了我啊！可恶，到底是怎么走漏风声的？别想了，先撤。他们在那边，追上去，休想逃！哎呀，秀珍，风大哥，别管我，你快跑！听着，秀珍，和他一起，好好活下去。风大哥。流寇组织神风寨干部，变化系肢体觉醒者霹雳腿，数年来参与劫镖147次，情节恶劣，罪不可恕，罪已致死。但联盟谅你品质白银，尚算有用之身，现判情面，居死狱监后，永世劳役，不得翻身。罪人可还有话想说？我听说只需要缴纳一笔巨款，你们就可以让流民获得入城居住的资格，要不要做个交易？妄语！尔乃戴罪之人，岂会让你轻易抵消罪孽，更遑论入城拘留？说吧，如何巨款？我当然知道，你们不会轻易放过我。对我要杀要剐，你们随便。我说的不是我。你们抛下兄弟们，奸夫淫妇偷鸡摸狗，要去找联盟，难道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？不是的，那是……那老鬼为了把你们整出去，居然愿意把珍藏的物资都给了你。我和他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那些本就该是我的东西，包括你。
说，那老鬼给你的东西在哪儿？不过就是些物资，我已经交给那什么狗屁联盟了。说起来，我们出发的那天，不是去邻村打探消息，而是潜入城里这件事。寨子里除了你，还有什么人能知道？那天是你走漏了消息吧？好机会！靠这种瓶瓶罐罐的身外物是没用的。风大哥没有教过你吗？好臭！你还真有脸说！可恶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冷静点！你刚拦着我干什么？那家伙才伤了六哥！哎呀，你少说两句。大哥走了以后，二当家也带了我们这么久，办事周到，计划也缜密。再说了，人无威则不立。他说的没错，我们总归要个老大的呀。况且，你也看到了吧，那力量。大嫂或许只是需要一些时间罢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呀，别在寨子里跑来跑去的，干嘛呢？大嫂和二当家在顶上打起来了。都把这兔崽子敢动大嫂！爷，我现在就来砍死你！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呀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你是怎么知道风大哥计划的？我倒是想问问那个老鬼，他到底在想些什么？我辛辛苦苦跟了他20多年，出生入死，做牛做马。那老鬼被我救了多少次？寨子里谁不服我刀疤？结果他不仅想带你偷偷溜走，还什么都没想留给我。这大当家的位置，想留给了刚来的老妈。李佑居然说是老子心术不正，可笑！风大哥也没和其他人说过这事儿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？当然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人类无法理解的伟大存在告诉我的。所以，你以为没有了圣物，我就无计可施了？可笑！神是无所不在的。你疯了吗？你这么做会毁了寨子的。现在知道怕了吗？他可是风大哥的心血。不要再提那名字，拿下他！李秀珍啊，老爷，我们找到地方了！别喊了，我听得到。救命啊！你到底在想什么，豆包？哈哈，李秀珍，抓到！这次你没地方跑了吧？我就没想过要跑。你们怎么活下来的？到处都是那种罐子里的怪味道。你事先在这里布置了那些装置吗？妖兽的数量可真不少，他们为什么不袭击你呢？真是有趣。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？那些装置上面有什么奇怪的标志吗？
标志？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么想知道的话，自己去问他们吧。给我上！唐熙，别乱动，我盯着你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不担心同伴吗？停住了！怎么回事？得救了！他们在往顶屋那边聚集。这是要干什么？啊！等等，那飞上去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太小了，看得不太清楚啊。好像是一个人。奇怪，那股酸臭味怎么变重了？哈哈哈！你完蛋了！杀了这么多圣使，他肯定要亲自来找你算账了。哎呀，那味道是你的口臭啊！谁？杀他报仇！长这模样还学人讲话，等级倒是不低。是你，杀，报仇！你，只是消灭了区区幼年体的神使，你真就以为自己很强了吗？还以为有什么新技术，原来就只是个昌葵。陆老爷还是高看他了。昌葵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荒野中会有些妖兽不善移动，其中有些妖兽便会诱惑其他生物，替他们作饵或者寻找猎物，以方便他们狩猎。而在这种奇异的共生关系中，会有被妖兽蓄意的力量诱惑的人类，这种最低贱的人类背叛者，就被称为昌葵。大嫂，没事吧？大嫂，狗爸，你看个寨子，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？站住！可恶，别想跑，你死定了！你这叛徒！背叛？开什么玩笑！明明是你们背叛了我，我明明努力了那么久，你们还是学不会尊重我。我本来也不想变成这样啊，都是你们逼的。我说话不肯听，现在把他放出来，你们知道错了吧？就跟那个背后中刀的老鬼一样，来不及了，已经死定了。背后中刀吗？风大哥中刀后，和我一起滚落悬崖。我在下游被镖师抓住带走，联盟到现在都没查到是哪个镖师做的最后一击，也没找到风大哥的尸身。知道风大哥刀伤不稳，最大的可能就是你干的吧，畜生！切，我杀的又如何？反正你马上就能下去问他了。受死吧，剑刃风暴！可恶，能不能别提风暴的事？你的枪有古怪。回答错误，枪和子弹都没古怪，古怪的是我……呸！我在说些什么？你也别想跑了，正好一起带回去赚点外快。你就和李秀珍……喂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们给我滚开！可恶，别跑！你们给我等着，这就让神来制裁你们！躲在这儿装神弄鬼，就只有这点本事吗？
神呐，我的主人，救救您忠实的仆人吧！我向您献上整个山寨。这排骨精干嘛呢？脑袋坏了？剑给我！好。哎，大人请等等，您这是？去！真是厉害了，这么能作死的家伙，我还是第2次见到。就一妖兽，还想和他商量个啥？轮到你死！怎么回事？吃坏肚子了？刀疤，这人有毒！不好，他是在晋级啊！晋级？妖兽通过吞噬其他生物获得能量，当积蓄达到某种程度，便会发生质的变化。它会跨过肉体限制，进入更高等级。据说觉醒者身上的能量和妖兽类似，且更加纯粹，所以很多高级妖兽会专挑觉醒者下手。看来他是打算吞噬了那家伙晋级后，再和陆老爷战斗。不妙啊！陆老爷，他的晋级啊！快，你们都来和我一起喊！快谁现在阻止他！陆老爷！他们在喊什么？听不清啊！哦，原来你卡在这时候晋级了呀！偷袭，速度倒是比刚才快了好多。再吃了你，我就能继续晋级，就不用再找什么诱饵了，不用隐藏了。我总算明白了，是因为胆子小吧？明明快晋级了，却只敢躲在山里偷鸡摸狗。你是一直这样吗？还是在躲着什么东西？你怎么会？这下想起来逃跑了？哼！别过来！我合作跟你来不及了。这到底谁是妖兽啊？问我也不知道。大嫂，受伤了吗？刘守爷，到底怎么样了？别吵，我这不正看着吗？不，秀珍，你这不是受伤，你这是怀孕了吧？啊！扭扭捏捏的打架，也不敢用全力。出发前我就感觉不对劲了。干嘛都这么看我？他肚子里可不是我的。陆老爷，我敢肯定，他们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没错，我怀上了风大哥的孩子。他一直希望这孩子长大后不用再做劫匪，能够过上平静的生活。没想到这竟然也成了他的遗愿。所以在被联盟带走的这段时间里，我用风大哥留下的物资和他们签了居民协议，让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可以留在基地里生活。只要我愿意服完刑，孩子的生活私塾费用都由联盟负责。没把这些告诉你们，是怕你们觉得我俩太过自私。啊，秀珍，你知道小峰常说的那话吗？可以不做劫匪，就别做了。
小风的梦想，也刚好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。我们替你们高兴都来不及，又怎么会觉得你们自私呢？是呀，大嫂，你们的孩子就是兄弟们的孩子呀。嘿，我们的孩子可以进城了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兄弟们，棒极了！聊完了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我一说话你们就后退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奇怪的霸凌行为？我脸上是贴了屎还是怎么？这眼神也太奇怪了。镖仙大人，你不抓我们了吗？别杀我！在峰哥手下，我们可没杀过人。我们发誓以后再也不结镖了，行不行？我累了，现在没兴趣。老爷，况且那眼镜妹肯定是诓我来剿匪来了，我才不要上她的当呢。那太好了，要不这样吧，刚才这位大人也说累了，那不妨在这里休整一宿。我们换来寨里大嫂以外最美艳的姑娘招待二位，好酒好菜，二位，就明日再出发如何？哦，还有这种好事？嘿，小翠，你上来一下，好好招待二位贵人。把我私藏的好酒都拿出来，再去库房拿上一些金银细软，千万不要亏待了两位镖师啊！哎呀，能结下善缘就是大好事。可是刘伯，贵人已经走远了。啊！家人在前，居然坐怀不乱，两袖清风，不带走一丝云彩。两位都是真正的镖师啊！老爷，那姑娘画风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？别说话，快跑！1年前，龙城13号高等掩体基地。他还在外面呢，果然这样是劝不动他的。你真的不打算见他吗，王倩小姐？毕竟他养父母那单镖屋的委托人是你。不见。我知道的都和联盟说过了，现在见到了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行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小姐请记住，镖师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职业，陆少爷想必比你更清楚，他不会怪你的。王颖少爷，我妹妹她现在怎么样了？王倩小姐还是不想见人，只能希望她慢慢走出来了。那就好，外面那家伙就交给我吧。请等一下，你们别把基地给拆了呀！喂，龙城小子，我最近弄了一些新玩具，想见我妹妹的话，就来帮我试试威力吧。啊，真是别致的欢迎仪式。既然你们想动真格的，就别怪我不客。客气一点，谁给你惯的毛病啊？臭老头，你怎么来了？老钱找的呗。臭小子，死缠烂打的男人最招女人烦了啊！我就是想去问问。别拖了！不是有正事儿吗？赶紧出发吧！居然一拳就把那小魔王，这就是龙城最强的黄大师吗？天府基地，现在确认还没有问题。恭喜你们完成本次押送任务。
这是报酬。我没什么概念，这是算多还是少呀？反正够买10几件你的上衣了吧？给你们的已经是超额报酬，在白银任务里也算非常优渥了。那够买机车吗？感觉挺方便的。像司南先生那样的吗？那还差得远。我亲爱的劳斯莱斯二世，一路走好。哦，司南先生又要换车了吗？那可太好了，现在刚好有个报酬更加优渥的任务。不接，你这家伙肯定又在打什么黑心小算盘。上个任务懒得跟你计较，这次你还想坑我吗？这个任务和猿人有关，报酬可是非常丰厚的。猿人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见多了，满地都是。就这酒，一顿饭我都能吃2个。2位猿人从龙城附近掩体基地出发，在前往鱼城的途中遭到妖兽袭击，其中1位猿人逃到了天府基地，请求联盟派出镖师救援他失踪的胞妹王倩。你再说一遍。在世界发生灾变之前，那几个最为强大的国家建造了一些可以保留人类文明的掩体基地。当末日来临，掩体中的人类避开了灭顶之灾，也保留了人类文明的成果。多年以后，他们走出掩体，发现在这个充满未知辐射的世界中，有一些人类幸存了下来。他们称呼这些幸存者为异人，并自称为猿人。在异人的恳求下，他们用保存下来的科技帮助异人建立了庇护所，让异人得以在妖兽横行的世界里生活下去。虽然身体无法适应新世界，但这些在掩体中鲜少出现的猿人们掌握着科技和知识，是重建人类文明的希望，是新世界中的……抱歉，路上出了些意外，不过放心，我会想办法把他救回来的。人上之人，到底还要等多久？你们这垃圾基地连镖师都找不齐吗？大人稍安勿躁，天府基地确实有些用人荒，但任务公告已经加急发出，也紧急联系了鱼城基地，他们说会派出黄金级镖师前来协助，大概这几天就能。不能等了，让现有人手先行出发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安排。那大人请一步。什么人？难道是刺客？快护驾，保护王颖大人！等等，不是刺客啊！我是白银级镖师司南佩，他是我的同伴。他第一次来这儿有点迷糊，抱歉。哦，你就是传闻中赢了5000的那个？胡闹！这里是能乱闯的地方吗？惊扰了王颖大人，谁也负责不起。是，我们还有任务要接，就先行告退了。老爷，不是告诉你会议室不在这边了吗？我是听到王爷名字过来看看，不是迷路哦。你刚才还说和王颖大人熟识，为了不被认出来，还把自己包成了粽子，怎么突然又要过来看一眼？奇妙，那声音是王颖吗？我哪知道啊！你们2个
也别去接什么任务了，到那边队里去，这是现在基地优先级最高的任务，报酬少不了你们的。妖兽森林啊！白银级镖师都到更深处去搜索了。我们这么多人不会引来妖兽的吧？我们就负责外围打探一下，能危险到哪儿去啊？别乌鸦嘴了！少废话！王颖大人和胞妹，就是在这附近受到妖兽袭击失散的，给我认真找！这可是红色等级搜救标，找到了狠狠的有大赏。若是找不到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晋级了，都动起来！哼！哎，是。到了这附近后，妖兽也越来越密集了，居然是个红色的搜救标。虽然本来也要去接任务的，但为什么有种半路被抓了壮丁的感觉？搜救标？啊，对哦，老爷还只是个黑铁级镖师，最强的。真上道。老爷平常接的运送镖通常是走官道，不太会遇到什么高等级妖兽。但是搜救镖通常需要去更危险的荒野，所以一般都是白银级以上的镖师才能接触。红色代表镖的重要性和危险程度。老爷没看过联盟手册吗？那种东西怎样都随便了。那些蓝色的运送镖，我也没少遇到妖兽。那是因为老爷你从不走官道，还有他们给的坐标在那边啊。我知道，就这么几十号人在山林里大海捞针，那得找到红年马月啊。大海是什么？是什么不重要，你看这个，树干融化了，变化系异能吗？这是猿人侍卫常用的磁爆枪留下的痕迹，顺着这些痕迹过去，应该能找到些线索。走吧，得赶紧了。等一下，现在老爷一在前面带路，我就有点慌。找到了，就是这里。这里是这个？难道是猿人用的车子啊？老爷，快告诉我，这辆莫非是那个传说中的？劳斯莱斯。我的人生了无遗憾，我可以舔它吗？你烦死了。激烈的战斗，什么妖兽能留下这种痕迹？小倩，你也来一起找找，还有什么线索吧。哇，他的门是这样开的。此难配。小倩，虽然你愿意出门了，大家都很欣慰，但也不必非要和我一起跑这趟任务吧。先在龙城附近散散心不就好了吗？阿强，下一个基地还有多远？小倩可能需要休息一下。少爷，请稍等。这附近有个3级基地，叫天府基地，在那里应该能停留稍长时间。待会儿让阿长他们通知一下。小心前面！这是怎么了？车祸？不对，两位，快跑！是袭击！这不是妖兽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
找到线索了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呀。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？为什么脱离大部队躲在这儿偷懒？要不是吴镖师提出了可靠搜救方案，让我们顺路过来，还差点发现不了你们。都给我赶紧归队！搜救方案？可是我这位同伴他早就……胡扯！区一个黑铁，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此报不祥的弹痕？肯定是听了我给王应大人的汇报，你司南佩邀功心切，才先一步赶过来的吧？哼，真是无耻小人！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来纯找茬的是吧？别闹了，关键是快点找到我妹妹。你们两个有什么发现吗？没有。老爷，毕竟我只是个黑铁。大人息怒，这些低级镖师没什么团镖经验，吊儿郎当惯了。而我这位侄子虽然同为白银级，但是团镖经验丰富，又机智灵敏，嘿嘿。在下白银级镖师5000，加上献策有功，不如提他担任此镖总师，统帅前线搜救全局，如何？还好吴镖师来得及时。及时？哼！本来按规定，应该白银级的走前面。嘘，你别说了，你个黑铁在教我做事吗？哼！叫你们散开找就去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搜救的可是猿人，都给我加快速度！要是那位大人有个3长2短，你们都得陪葬。切！很好，看来交给吴镖师统筹是最稳妥的。大人放心，小的一定不辱使命，排除万难，用尽一切办法救援王小姐。好，王大人对吴总镖也是非常满意。嘿嘿，这可是天府基地首次接到猿人委托，事成之后必然对基地大大的有益，吴总镖也必然大大有赏。嘿嘿。不敢，是吴大人领导有方。不，还是吴总镖年轻有为呀。他俩就在那里逗自己好玩吗？老爷呀，你不懂我们俗人的世界。哎，你们俩别走那边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你也赶紧过来一起找。救命啊！这里人多口杂，你上。我恐怕来不及了。是这么个上法吗？加油！不愧是白银级，瞬间就打倒了妖兽，太厉害了！司南先生举手间救下了我们的性命。对呀，当初传闻您打败了5000，我们还不信来着。不用谢，一只小蛇而已，小意思。切，你们几个过来！说吧，老大，想怎么教训他们？你们走那边吧，会安全很多。好嘞。老爷怎么一点也不着急了？是因为刚才找到的东西吗？不全是，这是猿人常用的地图，我刚看了一眼。待会儿再说吧。哼，司南佩。先看看这群家伙要说啥。哼，司南佩，最近本事见长嘛？看到我们有没有想起自己的骨头是怎么断的了？我们3个可都是白银。我会数，有屁你就快放吧。吴老大让你们沿着刚才妖兽出现的地方搜索，这可是承认了你实力尚可，才让你深入妖兽山脉深处。
还不赶紧谢完恩滚过去啊！那边可不是搜索到痕迹的位置呢，这是铁了心跟我司南佩找茬了。少废话，现在一切以任务为重。据王大人说，王倩小姐坠崖后失散，你敢保证她不会慌不择路往山脉深处走吗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现在一切都由吴总镖统筹，你若是抗命，哼，司南佩一定不肯往里走，我们正好借机干掉他。这是想找个借口干掉我吗？那我还偏要去。刚好啊，那我们就往这边走吧。老爷，干嘛？本来就要走这边。干嘛个鬼呀！他们在呛我们啊！明明找的是你。再说了，哎呀，这只妖兽怎么醒了呀？好突然！忍一时风平浪静，现在大局为重啊！你染了个鬼哦！你们这个是干什么的啊？惊扰到王颖大人怎么办？这妖兽怎么突然就窜起来了？哼，别以为这样就跑得了。老爷这么确定走这边吗？根据王颖大人所说的话，那家伙的话没一句靠谱的。他有什么问题吗？那老爷怎么不拿下他？我没证据啊，总不能在联盟眼皮子底下把他掳走吧？当务之急还是找到小倩。你看这个，这是老爷说的猿人的，老爷怎么能用？这有什么好奇怪？我也当过猿人侍卫呀。就老爷这飘忽忽的性子，好难想象。看这里，这个标记是灾变前遗留的猿人专用庇护所。那丫头可不傻，比起在森林晃悠，不如在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。啊？那他们一直追寻的战斗痕迹是……这是什么东西？好恶心啊！那些痕迹来自他们。为了小倩安全，全力引开袭击者，拼上性命留下的。这粘液就来自袭击了他们的妖兽吗？不一定，事发地点没有看到类似的痕迹。你已经很努力了，现在可以放心了。我来了。那他们还真是发现了线索。本来只是想跟到密林深处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干掉他们，没想到还能有意外收获。哇！吴老大，吼什么？在这种地方，万一引来了高阶的啊，妖兽！咦？继续出发吧，应该就是这附近了。老爷，你每次看地图就非要这么举着晃吗？对，再转一会儿，我就有灵感了。灵感个鬼啊！西北在那边，气死我了，晃得我眼都花了。那你拿着。啊！这声音真是听得我生理上厌恶。破烂葫芦人的声音吗？怎么在附近发生了战斗？不知道，死了最好。去看看吧，可能遇到了妖兽。唉，走吧，毕竟是联盟规定。吴老大，可恶，攻击根本没效果。这就是妖兽山脉深处吗？现在该怎么办？猜我刚才是不是打偏了？吴谦，你们来这里凑什么热闹？
司南佩，吴老大，他又来了。司南佩，看来我们要暂时联手了。切，要不是联盟的规定，才怪！啊，吴姐，你，这就是他们找到的线索吗？哼，有了这个，你们俩就没用了。喂，他可是为了救你特意过来的，你这做的就太丑了吧？说吧，你想怎么死呢？老爷，救命啊！看这边，你有问题待会儿再问啊，先救救我！我才说2句话，你都被人家打包完了，你敢不敢跪得更快一点啊？去，一个黑铁装什么逼？我们先走一步了，你们留在这儿专心对付妖兽吧。以为这样就能溜掉吗？等我解决了这东西，再找你们算账。老爷，你下手轻点儿，避开点我。啊？这是？他身上挂着小倩的腰牌，这种妖兽巢穴，喜欢建在建筑附近。啊！现在还不能直接干掉他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只掰掉2条腿，让他逃跑的话，他一定会回巢穴去的。我们跟着他，就能找到庇护所。那我怎么办啊？先挂一会儿吧。外面好久都没动静了，那妖兽该不会走了吧？环境扫描报告，未检测到辐射生物信号。那好，还好这里曾经是个军械库，哥哥他们可能还在危险中，我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了。不知龙城那边有没有收到消息，也不知道救援还有多久才会到。好害怕。继续扫描。那妖兽待会要是转回来怎么办？要是那个小混蛋能在这儿，我就不怕了。都怪我，到底去哪儿了呢？要不是为了他，我也不会跑到这种……警告！警告！啊！警告！检测到辐射生物高速接近中。提示：战斗人员同步接近中。识别：档案编号为 LC368975。路人甲。小倩，人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在下乃白鹰级镖师司南佩，接下搜救小姐的镖后，披荆斩月，幸不辱命。小姐真是闭月羞花，如花似月，能见到尊贵的王小姐，真是我一生之幸。小倩，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怎么？我的错吗？状况扫描：失去意识，体温偏高，精神状态不稳定，开创伤口无，辐射污染无，暂未发现有致命因素，建议优先处理低烧。因为一直高度紧张之后，突然放松下来吗？小倩，吴总兵，你确定是这边走？不会错的，大人。根据我多年的行镖经验，从痕迹中演算王宪小姐的行踪，总算找到了侍卫和这台机器。本意胜利在望，可和那司南佩抢攻心切，居然鲁莽行事，引来高阶妖兽。
在下迫于联盟规定，好心救援那厮，却没想到被他倒打一耙，害在下折了2个兄弟，我才只好先行撤退求援。无妨，加上联盟内侍，立刻将那妖兽拿下。嘿嘿，那司南佩何在？哼，想必已经和那个小跟班双殒命于兽口。嗯，可惜我天府基地又一个白银级。有动静，保护王大人。别紧张，是我白银镖师司南佩，在下不辱使命，已经安全救出了王倩小姐。你怎么？那可是 S2级以上的妖兽啊！冷静点，吴倩，回想一下，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？你好啊！是，哎，吴总镖，你怎么了？你是，他是，你不要过来呀！不要过来呀！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？哎呀！吴总镖，你搞什么鬼？你袭击同行镖师，拿下他！你们也找死吗？哼，那我就不客气。人家，小倩，你别闹！哼，算你们运气好。我妹妹看起来不舒服，先带她回去。啊，这是在说梦话呢。老爷，啊，你之前不是还说人多眼杂，不想暴露实力吗？难道是为了帮我出气？我顾着揍人，忘记隐藏实力这事儿了。哎，放心，他们看不出我身份的。超级隐藏，果然之前你只是想把我扔出去吧？我头上还有个大包呢。人家，你在哪儿？啊，在隔壁听一个傻子抱怨。我要找到人家，为莫叔黄姨的事道歉。你在哪里？又在说梦话，这傻丫头。人家渴，想喝水。做梦都要使唤人啊！这么多年了，还真是一点没变。阿辉，别回头，快跑！少爷，小姐，再见了。甩掉了吗？甩掉也只是暂时的。阿泽，在。附近有个灾变前的军械库遗迹，你护着小姐过去。是。我往另一边引开那家伙。快走吧，小姐。我不要，我们一起去啊！你到遗迹后好好躲着，我甩掉那家伙后就去找你们。放心吧，龙城基地应该有人在附近。具体我也不多说，但是我相信他很快就能找到你。渴，想喝水。眼镜，他口渴。还说他呢，你不也老是使唤人吗？没办法呀，我现在不能走开。是因为那个王颖吗？被你一说，我都觉得奇怪了。本来还想留着看看，他想干嘛呢？那你还高高兴兴的揍吴谦，露了实力，他更不敢轻举妄动了。小倩现在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刚好啊。
那种家伙随便什么时候处理都行。现在他的安全最重要，让那家伙少来招惹我。我以前也当过大小姐的仆从，感觉稍微能理解老爷了。那你以前也是够辛苦的。有些记忆渐渐浮现出来了。先不说这个，你到底去不去取水？对了，我想到个大概是好的主意。啊？是，人已经找到了，但遇到了一些预料外的状况。是这样。是。应该是认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明白，我会随机应变的。那个黑铁这是要去哪里？袭击吴总标的事情正要找他算账呢。那个猿人小姐身体不舒服，她说是要去找水源取水。算他跑得快。你在外面守着。你给我等一下！真没想到，眼镜这招居然管用。我设想了很久，你们到底是要劫人呢，还是有什么东西在他手上？想来想去，没想到你要当场动手，真是垃圾中的大垃圾！哼，被我吓到了吗？你的原计划是怎样的？扮成王影，好玩吗？应该就在附近了，老爷那边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如果有用的话，老爷大概会高看我一眼了吧？啊！唉，果然和老爷说的一样，已经太晚了。王影哥哥，你安息吧，老爷和我会好好照顾王倩小姐的。王倩小姐那么漂亮，还是个猿人。哥哥又刚刚离世，容易黯然神伤。若是经过我无微不至的贴心照顾，会不会就此对我有好感？嘿嘿嘿嘿嘿。对不起啊，大舅子，不是大人，我不该在这儿胡思乱想的。我这就去给王小姐认真打水。等等，这是……糟糕了！得赶紧回去告诉老爷。老爷，你等我。快点！假扮联盟内侍，意图不轨，妄想袭击王大人！别动！我劝你立刻收手。你叫路人甲是吧？黑铁，你知道袭击猿人是多大的罪吗？啊！我劝你好自为之。围来围去的烦死人了。你们要不直接上好了。我跟王颖关系再不好，那也是从小就认识。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王颖，甚至都不是猿人。嘿嘿，得手了。得手个鬼啊！我问你话呢。吼什么？看吧，变化系异能。早跟你们说了，他根本不是什么王影，连猿人都不是。这是……这就是猿人的异能模样吗？不愧是猿人呐。哦！啊个屁呀！
猿人是根本没招过福寿的无毛猴子，哪来的便宜？没有异能，不就是普通杂民？现在这世道，怎么可能受人尊敬？就是，想欺负我们都没见过猿人。啊！想越过我，直接偷袭小妾？看不起谁呢？哎，王大人，您没事吧？头盔破了，这黑铁也太强了！不许动！诶，王大人，啊！大人，这是……这造型，我可就眼熟了呀！可恶，暴露了！这果然是……猿人暴露在外界中的样子，不愧是猿人。哦，难怪要一直穿着防护服。有被气到，谢谢。认真的想把你们都干掉了。既然暴露了，你们都得死！闪远点！你这家伙，有事问你才下手轻了一点，还得意起来了。为什么袭击他们？为什么假扮王爷？又到底想对小倩做什么？都说吧，说得越详细，我就允许你死得痛快一点点。你别过来！我只是奉命行事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那这样，能不能让你想起点什么？去死呀！慢慢想啊，我可以这样玩上一整天。等等，我。哼，你们这些东西啊，又是一言不合就要自爆，真是烦死了。你以后不要再接近小倩了。当初黄大师坏人接替你的位置，也是我提的，记得离他远一点。啊？为什么？我觉得他最近对你有点过于热络了。好朋友这样不是很正常吗？记住你的身份，你不过是区区一个艺人罢了。这也是为了你们好。线索又断了，真难缠。算你跑得快，好痛啊！要不是顺手拿上了哥哥的手枪，差点就交代在那儿了。可恶，那是什么级别的力量？一定要尽快告诉老爷。还有这个，老爷，等等我。你不是打水去了吗？怎么这副模样回来了？你是？这是什么异能？怎么会对我有所防备？难道被他发现了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大人救救我！有人在后面！阿强，你不是已经……人死了？
那个小姑娘呢？小姑娘不在这边，你追什么？这茫茫大山，我们现在去哪儿找的？真是没用的东西！你先跟我回天府基地，我有其他办法了。猿人还有这种神奇的东西，幸亏我来埋伏了他一手。老爷，哦，你这家伙还没死啊！我这就给你个痛快。大人，王小姐的帐篷盖好了，你在这儿干嘛？切！发现了受伤的司南镖师，你们两个快过来，小心点，把他搬回去治疗。是。黑铁大人，我们在营地附近发现了倒下的司南镖师，他好像快不行了，你快过去看看吧。啊！止血钳。给。纱布。这，居然擦着避开了所有致命部位吗？运气真好啊！这不是运气，这是遇到了什么袭击？你们能看出来吗？像是冻伤，妖兽吗？啊，这差点要了命的位置，伤势和其他的完全不同。实力再强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被我耍得团团转？嘿嘿，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喽。对哦，你晕倒了没办法叫呢，少了很多乐趣啊。如此简单就把那家伙引开，还是得靠我嘛。派过来那种连变异都没法控制的家伙屁用。不过动用我的话，上头是不是特别在意这任务？哼，顺利完成之后，那位大人一定对我满意吧？到时一定可以调离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。嘿嘿。哟，挺乐呵嘛。打中了！什么嘛，装模作样，早把你们都杀光就好了呀！啊！飞过来什么东西？一下没看清楚。痛！你这能力是不错，难怪眼镜也没躲开呢。啊！这居然用头就硬接下来，可恶啊！你不要轻举妄动，现在这猿人可是在我手里，不像他被我打个对穿就乖乖听话。我可是早就算到你可能会发现伤口的问题，你以为赶回来就有用了吗？啊！现在的话，你们这些人都什么毛病？丑成这样还得意起来？我劝你，快把他放下来。丑！帐篷！我的能力是将口中的空气压缩成丝状发射。组织可是定点给我强化如此美妙的肉体，无数的嘴巴可以让我实力瞬间增长何止100倍。你这样的虫豸怎么能理解我们水熊虫的伟大啊？水熊虫，再多说点吧。作为交换，我也给你介绍一下自己的能力。
血液，就劝过你，快把他放下！你以为我会傻乎乎的扔下他，跑来跑去吗？我早就在他身上留下了我的印记。这话怎么说才不那么像耍流氓？算了，我可是答应过小倩，不会有事的。和那个倒在树边的小哥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怪物？怪物吗？我可以控制体内的血液，比如现在这样，在体外结成装甲，或者在体内增强身体的速度和力量。像这样，也可以释放到体外，结成有形的物体当武器。不过这样消耗会很大。怪物！要死！怪物！怪物！变异人怎么骂？明明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是刚知道我是变异人？你还不明白吗？人家，看看你的战斗，看看你的能力，你什么变异人？你是个怪物啊！为了小倩的安全，请你真的离我们远一点。最没脸，说我是怪物了！你不杀我啊？杀你？怎么舍得呢？我好不容易逮到个变成这样说话还能利索的东西，还没自爆。你在组织的位阶也不低吧？还是个联盟高管，我当然要把你交给联盟来审理。打入联盟的目的和你们组织的计划，给我一五一十的，慢慢的。抱歉，恐怕在下不能应允你这个计划。冰。这是大人，你怎么来了啊？我已经帮你打探到他的底细了。他的能力是血。大人，我还没有完全失败，我还有机会啊！我废话太多了。垃圾清理掉了，那么现在的话，我们从哪里开始呢？这发生什么事啊？白茫茫一片，看不清楚啊！怎么突然好冷啊？注意给伤员保暖，快把火升起来！啊，那猿人小姐还连天象都改变了。哦，这是铂金以上的力量啊！温度过低，开启保温模式。这副模样，该不会是龙城的铂金赤血修罗吧？本来只是过来教训一下那坏我好事的小子，没想到能遇到这么有趣的人。可惜对手是我，现在恐怕也冻成冰雕。啊！
盾！只是一拳就破掉了吗？力量确实不小，可惜没用上。你刚才碰到我的冰盾了吧？只要稍微沾到一点表面，那个部位就会不断的降温，直至冰冻。就算是赤血修罗，不过区区血界能力者，如何跟掌握自然法则的在下抗衡呢？啊！身体僵住了，躲不开呀！安静的死吧！哎，撞过来了！啊！停住了！你是谁？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有没有觉得突然好热呀？混蛋！有点痛啊！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融化了，这身子火焰缭绕的场力，瞬间融化寒冰的高温，宛如妖兽！哇！宛若魔神般的可怕威压，这简直太美了，不可思议，像是梦境一样。像您如此美丽的强者，怎么会自甘堕落，和火种基地那些虫豸在一起呢？啊！你这火焰是怎么回事？血液能力者，让我想想，这鼓点一样的声音，是心跳吧？啊！靠着高速蹦出回收血液的高温点燃了空气吗？啊！那么精妙绝伦，如此美艳，不可方物，真让人羡慕啊！啊，是这样的吗？不管他发神经，你们把猿人带上，然后赶紧去安全的地方。哦，好的。喂，面罩，我在张瓦村见过你吧？那个眯眯眼的地下室里有个板板，一直放着什么传教宣讲。张瓦，我送那个很有前世的姑娘去的地方，原来您也在，难怪呢。我找到那白银的时候就在想，齐利科拿了我给的小玩具，怎么会被这种垃圾干掉？是您在的话就通畅了。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档案，关于1年前龙门镖局在鱼城基地。那个垃圾怎么可能会有档案呢？不过没错，1年前的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呢。有2个黄金级的垃圾心死也要保护镖物，导致那次行动差点失败，所以我只好亲自动手了结他们。生杀了区区2只虫子，让你生气了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好强啊！这压力比刚才还强啊！多么的美丽啊！可能有这样的人，手也断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要怎么样？想杀了我吗？啊？有多想？小心，老梁！我倒不想死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，人家怎么又生气了？
刚才动手或许可以直接干掉我了，你果然选择救这些垃圾，可惜，可惜，可惜啊！可惜了，你这美妙的天赋，对你稍微有点失望了，这样可逮不到我的。冲着我们来了！再跟你分享一些细节吧。那俩黄金是你什么人？我把他们冻成了冰棍，慢慢敲碎的。哈哈哈哈！人家，小姐小心啊！啊！力量又增强了吗？哎呀呀！要不再玩一会儿啊？似乎是随着情绪波动，看看还能怎么刺激啊！太快了，你果然还是有趣的。可惜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你刚才不是为了护住他们，耽搁那一会儿的话，还是有机会逮住我的哦。哈哈。那么后会有期。那结束了吗？要去道个谢吗？啊，饶了我吧！我看到他腿肚子都打颤啊！这是什么妖怪啊？不觉得有点丑吗？你别这么说。他刚才可是救了我们呢。人家，冷静点儿。王颖他，对不起。杨哥，这边还有伤员，快拖出来！是吴总镖，快搬到通风点的地方，都散了吧。这还睡得真香啊！不愧是白银镖师啊！都让开一些，清点人数了吗？你们到那边找找。知道了。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！你哥的事，我很抱歉。来得太晚了，不关你的事。你早就不是我们的侍卫了。应该说，谢谢你能赶到，不然我也就……都怪我，都是我自己想要跟出来，才害了哥哥和阿强他们，都是我的错。莫叔叔和黄阿姨也是。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任务，是我觉得不安全，才拜托他们一起去镇镖的。是我害了他们，哥哥也是，都是我任性，求他把我带上的。我只是听说这边有那次袭击的线索，我想。如果能调查出一些结果的话，说不定你会愿意原谅我。我真是没用。啊！莫叔可是龙门镖局最强的镖师，他们镇镖也遇到了意外，头部冲击，证明你不安全，轻微，判断的是对的，是龙门镖局自己错估敌人实力，怎么可能会怪你？不过多亏了你们。让这些家伙露了一点马脚，莫叔、黄姨还有你哥哥的仇，很快就可以和他们算清楚。都交给我就好。人家，好久不见。老爷，危险啊！老爷，我一定要拿那个方盒子给你看。
老爷，那个王总管是有问题的，还有森林里有个冰冰人偷袭我。盒子，他肯定是张瓦村的那个队长机人。哦，你醒了，我们就回去了吧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韩素，这次的任务，我们可是给你配了眼线，一个特殊能力者，加上你亲自出手，结果呢？消息真灵通嘛！最后结果你们等着看报告。我现在没什么想说的。混账东西！组织一下失去了多重要的资源，结果什么都没有捞到，还被人打成了这鬼模样。你以为不想说就能打发我们吗？你想教我做事？林寒素，你造反吗？安静！你们看冰柱里，这是血液。我们想要的东西还是带回来了，干得不错。我在战斗时用肉眼难见的冰针偷偷划过了那猿人，想必他自己都没发现吧。太好了，只要解析这个的话，事情我的实验就能进行下去了。你们慢慢玩吧，我自己去拿奖励了，没意见吧，大人？允了。不过，你之前不是还说这个项目一定要你来实验吗？现在是我的项目。我找到更好玩的东西了。你呢？任务报告上面写的啥？我搜救任务里表现优异，力挽狂澜，收到嘉奖，进入黄金等级观察名单了。老爷呢？这次任务应该可以直接升白银了吧？袭击标识及内饰，扣除所有积分。现在接近吊销标识执照。袭击同行标识也就算了，随便他们上报无所谓。我根本没招惹过那些奇怪的帽子人吧？是那个被老爷打晕了剥衣服的家伙。真小气，我明明都把衣服还给他了。更正，还了15%左右。哼，不就是一个黑铁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小贾，你这么想玩，不如跟我回基地呗。我让他们给你执行官怎么样？那不一样。小姐要不要考虑考虑在下？对了，小姐现在把头盔摘下来没关系吗？在基地都市里，室内环境问题都不大，戴口罩主要还是防止呼吸病毒。病毒是什么？环境监测，别问，基本正常。问得好！就我最近观察病毒的定义上，和灾变前文献应该有较大出入。新世界的病毒突变靶位主要集中数个位置。根据熊城火种基地的研究人员对现阶段 RNA 生物性的感染机制和观察看，完全可以肯定以下假设：原体、核酸。他得这样说上大半天。有人吗？谁啊？黑铁标识路人甲和白银标识司南配合，经联邦裁判所统一仲裁。现在你们俩跟我走一趟，这是文书。什么事情啊？仲裁内容是，有人怀疑你们袭击并杀害了猿人王乙以及白银标识吴谦。王倩小姐没有跟过来吗？好歹能帮我们说上话吧？不知道啊，她被那个姐姐带走了。明明在家里开心聊着晋级的事情，突然跳进来一个人把我们带走。虽然那个姐姐挺好看，
但是还要铐起来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子可是等待进入黄金等级的镖师，赶紧给我松了！王颖先不提，那个侍卫说的乌龟衡是什么东西啊？谁知道呢？人都不认识，怎么可能是老爷杀的？不可能吗？这种时候怎么能犹豫？请自信点啊！安静，不要再喧哗。本裁判自有公断，传证人。我就是亲眼看着他们为了结下此镖，用尽下流手段，并且残忍杀了猿人以及我叔叔。哼，请大人明察。这次你死定了，司南佩。怎么又是这晦气东西？他怎么老是在看着我啊？大人，这是我弟弟连夜写下的卷宗证据，都是他亲眼所见。猿人的部分姿势体大，可不敢妄下判断，且裁判过目。您不是一直待在虞城吗？什么风把无敌镖局的总舵吹来了？因为猿人的事情，天府申请了黄金镖师支援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结果发生了这样惨绝人寰的谋杀，我那可怜的叔叔一心服务联盟，还请裁判做主啊！嫌疑人，我问你们，这个人你们认识吗？啊，是这个王八精啊，那不是我杀的。王八是什么？不对，听到了吗？快把我们放开！认识就好。有罪！镖师司南佩和镖师路人甲袭击嫌疑成立，立即收押入牢，待继续审查。任务成功嘉奖，转于任务临时领队镖师吴谦，即日生效。司南佩，这就是招惹我们无敌镖局的下场。在这西南地界，保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现在带晋级黄金的可是我吴谦。这么有意思，我的记大过也一起转交给你就好了。需要动手吗？啊，给我等一下！哎，猿人怎么会来这儿？都特意说了不要通知他，因为哥哥的事还是……王小姐，您这是……我旁听。现在到什么步骤了？回小姐，有罪。哼，重审。我说话没听到吗？我说重审。王小姐感觉变得不一样了。哪有？猿人说话一直这种腔调。可恶啊！猿人怎么会突然跑来管这种闲事？王小姐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可没和我提过。一个欺世盗名的白银和破烂黑铁，怎么可能勾搭上猿人？不过就是靠着运气先找到王小姐罢了。王小姐肯定是被他们忽悠而已，大哥只要再稍微加点力。看我干嘛？奇怪。别过来呀！你这怪物别过来呀！怎么突发恶疾？老爷你又干什么了？啥也没干吧？什么情况？居然还吃劲！快把他弄出去！哎，我弟弟这趟任务回来后就一直这样，看到某个特定形状的东西就会情绪失控。他在天府基地兢兢业业服务这么久，最后居然落得这个下场。他平时可是没少孝敬你吧？出口！那猿人坐在那儿又不说话，难猜他到底什么意思。我仔细审视了一下卷宗，有些证据确实不太明朗，不如暂时休庭，如何？谁让你休了？你不是缺证据吗？
你说。好嘞。裁判先生，小的当时被人袭击后就绑在森林里，以下是小的亲眼所见。啊，他是15%左右。当时战斗的是2个天灾级别的可怕高手，我们管事变成了好像妖兽的样子。其中一个4只眼睛6条手臂的火人伤了管事，但是管事是被另外一个长了鸡翅膀的冰冻人杀死的。这猿人想判无罪，直接说就好了，找个傻子来跟我说什么神话故事。灵，哎呀，无罪无罪！你看见那裁判见到王小姐的样子吗？一结束头也不回的跑了，怕是也失禁了吧？哎呀，不就是2个吃软饭的家伙吗？虽然不知道你们2个小白脸儿给大小姐灌了什么迷魂汤，我可是好心提醒你们。猿人可不会在火种基地外常待的，在西南这地界，我看王大小姐能护你们多久？嘿嘿，你死定了，死难配！你呀，还有脸笑？你这个猪头，老子脸都被你丢完了！切，回去我再教训你。他怎么老盯着我一个人啊？又不是我给打的。谁知道呢？从头到尾好像都没有看过我一眼。古书里有着类似的记载，分别为脑外伤后失忆或应急综合症。或许大脑为了维持正常运转，刻意遗忘了某些关键记忆，也可能单纯的头部重创、后脑神经损害。太有趣了，人家，你能帮我弄些他的脑干切片吗？我不知道脑干切片是什么，但是我觉得小姐现在非常恐怖。等晚上看看吧。居然答应了！晚上是要去他们那里逛一逛的。哦。那个37分头听到冰的时候，反应相当异常，加上王八精也就是这一家子出来的，恐怕他们跟那些鬼东西脱不了干系。对了，你们怎么跟着王小姐一起来了？特别是你，差点害惨我们了。我本来就是从余城赶来保护小姐的，刚好顺路通知你们而已。我啊，过来预防某人因为判决不利，不小心把天府基地给拆了。谁会拆呀？是谁自己心里清楚。哼，你这死鬼，整天待在余城，怎么都不来看看人家了？我这不是忙吗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这刚一回来，可就被你男人给丢了个大脸。那没用的东西最近疯疯癫癫的，我们老吴家还是只能靠大哥了呀。弟妹，我弟弟他……那肥猪早就在旁屋睡着了。老爷，别看了，老爷，别吵，快到最精彩的部分了。正是要紧啊，老爷。我说你啊，捂成这样，不闷吗？有点儿。这套夜行衣我下午才买的，味道还有点大。这样好多了。氛围确实到位了。说起来，小小的镖局守夜的更夫真不少。你别看不起人家，他们可算是这块地界的大户了。他们巡逻路线转来转去的，好像都围着那边的小楼。那里大概是存放镖局档案的地方吧？真可以，确实可以想想办法过去看看。喂，等等我，老爷，你这么过去了，我怎么办？感觉没什么价值，全是些普通的文档记录，可以说是非常的隐蔽了。谢谢。长谈。
还有点滑，我没事。这果然如我所料，这里有个密道。我都差点信了。它好像也自动关起来了，赶紧进去。全是箱子吗？都是什么东西啊？大概是他们以前私吞的标物吧。接了任务之后，谎报失败就可以吞掉标物了。不少镖局都有类似见不得人的东西。可是箱子上的记录和外面的卷宗能对上？外面都是正常交还的标物记录呀，老爷就翻了一下，会不会记错了？不会记错的。AC149 4月2日，吴坎送至背头山村。下一条是 AC149 7月吴桐送至江边村。哎，还真的是，都是一样的。这吴家到底在搞什么鬼？管他那么多呢。空的，那放在这种地方是有病吗？我再开几个。啊，看来这个地方对我们用处不大。哎，大半夜的，别抱怨了，快点弄完就可以休息了。有人下来了。你愣着干嘛？放完就赶紧回去了吧。味道不对呀，在我们前面有人进来过。你别吓唬我啊！这大半夜的啊，哪会有人来呀？就在这里。空的。废话，当然是空的呀。这些私镖入袋也就是了，为什么还留空箱子在这儿？哼！我跟你讲，还有更怪的呢。怎么说？我听说啊，最近要送一趟镖，档案里这次镖还点名让二爷来送呢。哎呀，他那个样子，哎，你说是不是总舵想干掉二爷，好对嫂子？嘘，小声点，说这个你不要命了？没人会听到的啦。听到了。哇，算他们俩识趣，开错箱子可就把命丢了。就是想找这个。找啥？嫂子吗？不是，我在说这趟镖，想个法子混进去。混？他们搞得这么神秘的，肯定是内部找些信得过的人手。他们人手不够。吴家在西南110号镖师，怎么可能人手？马上就不够了。老爷，你真是大魔头啊！外面什么声音啊？大半夜的，外面在吵什么呢？总舵，我们看不清楚，好像是后门那边冲进来2个蒙面匪徒，见人就打，吓得全是重手啊！别追我呀，拦不住他们呐！哟，林寒素，听说你被人痛扁了一。我不是说过，不要随便进我房间吗？兵旗！好冷淡啊！老大要派我去处理你的烂摊子，你是被那个人打伤的吧？龙城的赤血修罗，他长什么样？好玩吗？你去了，溜了。等一下，别跑！不就知道了？我是对保暖不太在意，可这布料也太少了吧？与其叫它外套，不如说是2根袖子。天府这边阻燃材料难找，别抱怨了，就当是为了你战斗方式特别设计的吧。我还特意给你做了新的保温杯。哦，这可是好东西。
真让人羡慕啊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活的猿人脸。我也想让猿人和我亲切的讲话。注意你发言猥亵的边界。我没有那个意思。话说，王倩小姐在这里不用戴头盔吗？这里是照我吩咐特意改造的房间，在这里可以不用穿戴隔离设备。改？你还要在这边待一阵子吗？多亏了人家，我们弄到了那组织里怪物的标本。那东西不好运送，只能是尽快的尸检了。你们那边呢？有什么新消息？没弄到葫芦人脑干来着，被司南佩劝走了。老爷，你执照真的不想要了？就一点儿。找到了，他们在这里。我不是问这个了。哦，那快有了吧？无敌镖局公开招募临时镖师，联合送镖任务。怪事，吴家这又是玩的哪一出？你没听说吗？昨晚吴家遭遇匪徒袭击，来人自称神风寨二当家刀疤，现在吴家的人几乎都去医馆里面住着呢。袭击者怕不是一高一矮两人？对，一个自称二当家，一个自称刀疤。那家伙果然和传闻里一样胡闹。啊，那家伙指的是？还能是谁？最近报失踪的那个魔头。啊，你的意思是那个赤血修罗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们要不要报上去？事关重大，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计划。不用，你到外面盯着点儿。见到上次委托押送的两人来接这趟浑水的话，你就进来告诉我一声。居然是他，我知道了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要弄清楚吴家到底在干什么。自己镖走得不干不净的，就算是伤了一些人手，第二天就急着公开招募，恐怕没安什么好心。任务已经发了。都安排妥当了，他们真的会来吗？放心吧，大哥，本来这趟镖就是叔叔生前定下的，用来当饵再合适不过。昨天袭击吴家的人一定会来，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可是我弟弟他……大哥，这计划成了之后，整个天府可就是你的囊中之物了。当然，也包括我。哼，你才刚发誓不和吴家扯上关系，怎么也来排队了？发誓顶个屁哦，他们给的多呀。你这有老婆孩子的确实不容易，可是我老觉得这任务透着点诡异。你觉得他会特意走联盟渠道发布一个任务搞我们？太高看自己了吧？话虽然这么说，都让开，那个男人来了。是司南佩，找到了猿人，打败过吴谦，还一头就弄死了 S2 级别的妖兽。那个5年来天府唯一有希望晋级黄金的。他来干什么？他不是和吴家有矛盾吗？难不成是来找茬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们这趟镖，我黄金待定镖师司南佩想接的话，吴家敢收吗？哼，舵主有言，恩怨既往不咎，一概录取。怕你不敢登记呢？你是一个人？标牌出示一下。不，我要等等老同伴，他拉屎去了。什么嘛，不接插什么队呀？我又没说要接，是你们自己要让开的。老爷这么久还不回来，一进场就被联盟的人带走了，不会是昨晚事情败露了吧？虽然老爷应该不怕那边找麻烦，可我在天府就没奔头了呀。万一老爷被带走或者不能登记这趟镖的话，我要自己接吗？
还是开溜算了。喂，我调查了一下，就是你吧？仅仅4个月就火速蹿升到净黄金，好几个越级任务都和你有关。你就是司南佩吗？合作？什么意思？你们俩身形都有特点，同时加入吴家这趟任务，想必他们会把你俩和昨晚的袭击联合起来吧？不如到我们这边来如何？我们可以提供额外进入吴家标队的途径。你知道是我们，不过合不合作我倒无所谓。我现在对你想干什么比较感兴趣。无可奉告，你就当额外接了趟护送镖如何？啊，卡！你这个黑铁太失礼了。没兴趣，对我来说，在哪边混进去差别不大，除非有些额外的好处。基因强化液和钱，你想要多少有多少，这都是镖师梦寐以求的物资，够了吧？你一个黑铁，太贪心，小心吃坏肚子。他用不上这些，帮你取消上次任务的记过处分。成交。好便宜啊！你同意就好，我得去做些准备，你们在这里等着。他同意的话，至少安全上没有问题了。可是，那个人果然好强的压迫感。你招子可放亮点。虽然不知道小姐为什么找你来合作，但是别以为这样就能拿捏我们。你也不知道吗？明明就是他一直捏我。你别装了，我们早就已经知晓真相。赤血修罗就是司南佩对吧？小姐一定是通过收买你获得赤血修罗的情报。对对对。大人，一切顺利，人也已经进镖队了。很好，让他记住了。吴贵恒既然死了，他任务优先还是保护货物。明白，可是问吧。这次货物对我们实验室如此重要，真的要拿来冒险吗？照办就是。已经舍不得孩子，好不到狼啊！可恶，找镖师来做苦力吗？堂堂吴家，连几个搬运工都请不起。别抱怨了，就这几箱小东西。说起来，你不是犹犹豫豫的不敢来吗？怎么胆突然就肥了？那没什么好担心了吧？毕竟司南先生不也来了？他可是打败过吴谦的人。有司南先生这样实力超群的镖师在，吴家哪里还能翻起什么浪？我们本来都在犹豫来着，看到你也有登记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当然，有我在就尽管放心好了。才怪嘞！你报名吧。老爷突然叫我自己去登记，然后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我靠在角落里，就是随时逃命出去啊！你们不是镖师吗？怎么在搬东西啊？这不是镖物啊，是张可怡小姐的额外行李。张可怡？谁啊？就是联盟的任务负责人，在那边。他们这次好像是要随行，最奢侈的就是几个轿厢是给他们准备的。这么富丽堂皇，可真是会享受。等等，这身形，这熟悉的气质。Hello， 不要做显眼的事。这不是老爷吗？怎么跟他们混一块去了？虽然知道老爷暂时放心了，老爷是选择跟他们合作吗？还是纯混进去的？对了，司南先生，这次你的小跟班没和你一起吗？雏鸟，
都是要学会自己飞翔的。说得好，司南先生真是个好前辈。你听懂了个屁呀！哎，你看那人，也太怪了吧！你知道为什么基地里没人和他说话了吧？那是之前在办事处和我打过招呼的人。莫非也是我的崇拜者？他怎么一直看我们呀？我们赶快走吧。林素涵那家伙是在逗我玩儿，给的线索全都到他这里。这种随便捏捏就会死的家伙，真的是赤血修罗？还是说他有什么隐藏实力的技巧？总之先小心行事。舵主都装好了，你下令就可以出发了。大力，你跟了我不少时间了吧？是。这趟镖你跟着去。可是二爷那边，找个机会送他走吧。我们吴家从来不养废物。这行程太慢了吧？没办法，前面的货箱都是人力拉的，想快也快不了。你第一次接这样规模的联合送货镖？人多太麻烦了。切，你就偷着乐吧。要不是小姐给你穿上这套白银级别的内饰服装，你现在也在下面拉货呢。哦，那倒是真的好。好个鬼呀！我让你给我提供的赤血修罗绝密小档案呢？啊，我可是给兄弟们打过包票，能弄到绝世高手八卦的。不是给你看了他的学习资料吗？嘿，你给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开什么玩笑啊！人家堂堂绝世高手怎么可能会？我的收藏怎么在你手里？啊！不是让老爷不要拿出来炫耀吗？这玩意儿很珍贵的。王小姐说这叫铜版纸激光印刷，这种古玩市面上可不好找。互相交换一下学习资料嘛。啊，对了，你是谁啊？我现在不认识你。这趟镖是这样的人设吗？翻过前方山岭就进入高风险区域了。本人特意过来看看张监察有什么安全需求。无妨，大型的镖队很少有山贼、妖兽来招惹，剩下一些琐事我让侍卫处理就好了。你这是什么情侣造型？以为冒出个老爷？这个啊，我之前听其他镖师说，这套街角服装专卖店的这种大衣可以保证无钱发病，最近挺流行。那家伙老是往这边凑，我就拿出来试了一下，没想到真的有用。你出门还准备这种东西？说起葫芦人，我想起小倩要的脑花。虽然是脑干，但是不要再提了。高手的学习资料。你都挨了一路了。明明出发的时候货箱发动机算着是够的，结果还是要我们自己拉呀。别想了，那些电机都是拿来给他自己享用的。吴谦还带了独立厕所和洗澡间，这就占了俩。这不符合规定啊！监察室还在，他都敢这么做的吗？嘘，你小声点儿。这还小声什么？我这就去找张监察告状去。跟吴家这趟镖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很有精神嘛。你这边是车队，你什么毛病？你们也有意见？哼，尽管去告好了。先不说裁判权是我胡家的人，你们先考虑能不能身体完整的走完我吴家这一趟镖吧。二爷，前面已经是风险区域了，还是去车队前面提防比较要紧。咱们回来再教训他们。古大力，我才是总镖吧？既然这么紧张，
那就派你去好了。嘿嘿嘿，现在和漂亮的监察室小姐套近乎才是正经事儿。切，果然刚才屁滚尿流回来的事情又忘了啊！放心吧，我们可是这么大型的标队呀，哪里会有不开眼的毛贼敢来？哼！不对，风进是山贼，洛斯来了！注意隐蔽，到货箱后面去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地袭，小姐小心流失。虽然看起来声势浩大，但是这种程度的袭击，显然威胁不了标队。这些山贼，要么是太愚蠢，要么就是另有蹊跷。你这个黑铁，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松散？哎呀，你赶紧到小姐轿厢里躲一会儿吧，这种混乱的情况我可护不住你。这边落石比其他地方还密集一些。司南佩，知道了，不劳您动手。哼，小镇长，刚好可以试试新玩具。倩小姐送我的这把哥哥枪。这稀奇古怪，还是优先护着货为妙。好烦，不能跳出去乱杀一场。反过来想想，这说不定是个看看赤血修罗实力的好机会。啊？那是，你果然是隐藏了实力，总算变得好玩一些了。子弹风暴改，烈焰版。一击就让袭击者停手了。好气派，这就是铂金强者。我的妈呀！王倩小姐说这弹药只是试着混合老爷的血，说结构不稳定，原来是这样的不稳定吗？我有一直背着这么恐怖的东西吗？自己都吓到。他俩在，我的安全不用担心。你带人到前面去看看其他镖师。是。刚才那一击，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？那我也到前面。现在不行。嗯？因为我的临时加入，镖队更换了路线。我们从城门到这里，大致半天时间。这规模的陷阱，并不是人多就能完成的。不管袭击者是谁，想必觉醒者数量都不少。你暂时按兵不动，不然可把我的鱼儿吓跑了。看起来倒不像是水兄的风格。啊，随便你。其他内卫跟我来。是。现在什么情况了？张监察使的侍卫来了，好像已经停了啊。他们人也没冲下来，大伙儿都还在防着箭矢。啊！监察使还带了这么多白银护卫，还有刚才那一下冲击波。路被石头堵住了，我们要冲上去吗？不，现在情况还不明朗，先解好阵势。喂，这跟我们说好的不一样啊！你以为钱这么好拿吗？一些小意外，还是按计划行事。准备第二波冲锋。好像是没动静了。哎，清点货物。对，前面能不能清出路来？有人受伤吗？一片狼藉啊！哎呀，幸亏我的专用车厢特意去强化过。喂，你啊，有见过古大力吗？你不是总镖吗？问我干嘛？你不过是我无价花钱买来的一个苦力，居然敢无视我！哼，你可想好！地震了！你可恶，又是敌袭吗？你们给我把人绑好了！掩体！果然，接下来会是什么节目呢？还来，
落石吗？不，这股腥臭味儿是兽潮。快，防御！哎，该死！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？怎么办？会死在这里吧？不要慌，不足为惧。白银内卫带青铜以上的近战镖师顶住路口，远程镖师不论等级都到车顶上准备反击。黑铁收拾些石头，堆些简易的堤坝，注意头上可能还有落石和箭矢，明白了吗？是，知道了。那就赶紧动起来。猛男都到我这里来，准备迎接冲击。3、2、1，来！后面太多了，顶不了太久了。远程的，就是现在，射击！成了，这样能行？厉害，你还会指挥啊？马马虎虎，都是前台客服的基本培训课。这样看起来是不用我们出手了。没那么简单。这兽潮虽然来势汹汹，但是妖兽似乎都慌慌张张，更像是逃窜。恐怕他们的目标就是冲散镖队，或者让我们阵型转到面向路口。我听着你意思，这兽潮还能是人为驱使的不成？而且这么笃定。对，你们得到车队后面去，这可能是佯攻。听前面的动静，应该是和妖兽打起来了。他们肯定没想到主攻手实际上在后面。我们悄悄地摸到近前，把远程镖师干掉，剩下的铁罐头就任山崖上的兄弟宰割了。都听明白了没有？可是老大，之前那像是基地级主炮的攻击。不用怕，隔了那么久，只打了一发，恐怕只是什么灾变前的神秘武器。就算这段时间能装填完毕，只要我们和镖师混战在一起，他也不敢再随意发射了。你说的没错，那家伙说只有一发而已，好像是小倩给他的什么实验装置。所以这边我只好自己来了。真的被那个招待妹说中了。哼，你们动作快点，我赶时间。啊？是个白银的内侍啊，就一个人？他不是疯了吧？来，9号人，赶紧把他干掉！记得不要弄出太大的响动。我不是说了，赶时间吗？老大，把他围起来！你这家伙居然偷袭！这刀看着不错，结果又是一下就断了。干掉他！拿命来！死！啊，那个侍卫长老哥不会生气的吧？老爷，都解决了吗？那你还在看啥？你看这个人，山贼，他怎么了？我们在吴家的院子里见过他，就那个嘻嘻哈哈的时候。真的吗？老爷的记忆力真飘忽，就那么看一眼。等等，那这个意思是说，吴家这是自己派了人袭击自己？切，遇上个妖怪，幸好我的异能是投影，装死逃出来了。那家伙应该没发现吧？你能逃出来真是太好了。顾大力，你肯定也看到那个了吧？可没人告诉我会有那种东西啊。这不怪你，确实是我们情报有误了，现在只好再另想办法。办法？我看你带的人搞不好都暴露了。
恐怕你们连天府基地都待不下去，还有什么办法？办法还是有的，不过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再把他们推回去一点。后面的人呢？来了，把他们堵回去。大人，快退！呵，挡住了！好耶！别松懈，远程继续轮换压制妖兽，近战标识都做好准备，防止冲破防线。其他人继续清点货物，补强防线，还是小心头顶的袭击，时刻准备隐蔽。是，知道了。哎呀，张监察，不用那么紧张，这些毛贼的小伎俩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。虽然你是多管闲事嘛，不过，我就是特意放任他们袭击标队，试探你一下。果然如我所料，你是如此优秀的女子，在联盟当个小监察、小招待，实在是太屈才了。你到我胡家来，从此便可享受荣华。你这个妖怪，你不要过来啊！你死定了，司南佩！可恶！这傻子什么毛病？袭击到现在，吴家只留下了几个镖师，古大力不知所踪，该不会以为在场的人对无敌镖局还是毫无防备吧？可我这个监察使在场，吴家的胆子这么肥的吗？除非……真麻烦。老陈，我在。上头本来只是让我们过来打探消息，这下恐怕还得把东西弄到手才行。啊？现在根本没给什么能用的情报，我们还是再观察一阵。足够了。虽然只是推测，吴家或许知道运送的标物是什么，诱惑大到愿意赌上西南的全部身家。你也认为这袭击是吴家监守自盗？我还在想他们哪里来的脂肪胆。可是我们现在这身份可是花不少力气弄到的，要放弃吗？古大力回来了。嗯，你躲哪里去了？我会向联盟投诉你们违反守则，临阵脱逃。现在还有脸出来？稍安勿躁，我不是临阵脱逃。袭击一开始，我便察觉事情不简单。所谓擒贼先擒王，我突袭山坡，将山贼头领一举枭首。可是居然发现了更令人痛心的真相，在吴家内部，居然有奸人伙同山贼监守自盗。做出如此下作的行为，令无敌镖局在天府蒙羞的奸人，居然是我们的二当家白银镖师吴谦。司南佩，你死定了！走开，妖怪，妖怪，魔鬼！赶过来想要帅气揭露一下真相，这又是演的哪一出戏啊？不会真的有人行使他吧？那吴谦现在就是个傻子，以前不是吗？不过他们一口咬死这理由，联盟也不好找其他证据，还真就没办法，白瞎跑回来。赶回来不是为这？这事儿确实不奇怪，昨晚就知道他们肯定有大毛病。啊，那老爷是为……老爷情绪是不好，感觉格外的沉默。我进镖局的时候，就感觉有点微妙，现在更强烈了，有一股熟悉但恶心味道在队伍里，我没办法找到具体位置。哦，那有啥？老爷人在这儿，我可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不，很危险。你去说吧，我不敢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可是，
非常感谢您愿意一起过来救援三河基地。路人甲大人，请您拿着这个，这是三河基地的引爆密钥，基地的情况不容乐观。如果真的到了最后时刻，自己留着吧，万一要摧毁基地的话，我不用它也行。好吧，那我就。糟了，啊，那个方向是？你们别乱动！路人甲大人，那边是三河基地的方向。全完了，我们还是来晚了。蘑菇云，连爆炸都被冻结了吗？这就是他的实力，那个传说中的。老爷，你没事吧？感觉你在这儿愣了好久。抱歉，这气息让我想起以前的事，一个故人，那个已经消失很久的冰雪贤王。怎么样啊，老大？我传回去的消息都看到了吧？我可是像狗一样守着货物呢。再没什么新鲜玩意儿，我就把这些人杀光了，自己提着东西回来了。看到了，你确认赤血修罗在场，那就开始祭。这才好玩嘛！真的假的？就吴谦那个鬼样子，还都让开！我代表吴家执行家法，处理叛徒。走开，怪物！老陈，是不是吴谦监守自盗，自当张监察下判断？哼，一个小小监察使，会不会管得太宽了？小心惹祸上身。6个白衣内卫围过来，不好处理，何况还有一个隐藏的超级高手。这样的话，先绑个肉票，让他们不敢妄动。你居然也是个觉醒者！柜台小姐的培训课程罢了。我倒是有问题要问你们。让无敌居然拿进地地去赌的标物是什么东西？在哪里？你居然是精神系！可恶！我不清楚是什么要偷东西。在我这儿，柜台小姐居然会对这 EPC 感兴趣，挺好玩。什么人 ？EPC， 那是什么东西？不过，敢对组织动歪心思的吴家也罢，你也罢，杂鱼的游戏该结束了。是个陷阱，司南佩。怎么了？你快走，越远越好。老爷，那你呢？那家伙显然有备而来，待会儿打起来，护不住你。这家伙危险，小姐，先逃到赤血修罗那儿去。你别冲动，我来拦住他。哦，拦住我？哼，开什么玩笑！哇，这是什么？你们没事吧？快离开这里！啊，谢谢。
待会儿要不要顺路去一趟天府呢？把吴家杀个干干净净，今天应该可以睡个好觉。哎呀呀，这儿还有个傻子，这家伙也是吴家的人，就拿你来玩玩吧。来得好快，我倒是想陪你先玩玩，不过现在嘛，嘿，你的对手不是我，嘿。这坨东西就是前菜吗？你们可真是缺乏创意。不要过来！可恶！也死定了，死难派！啊！你是葫芦人啊！那是什么东西啊？继续跑啊！被那东西蹭到可不得了！快点儿，后面的人不要推了！死男配，你停下来干嘛？这么近还是太危险了。好饿呀！大意了！可恶啊！我好饿啊！好饿！不要！外形变化了，这力量确实不容小觑。上面还有个更奇怪的家伙。这样的话，速战速决吧！那是招待妹。切，有点疼啊。那招待妹好像还有气，这下麻烦了。嗜血修罗，你快跑吧！哦，你也活着呀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先不说这个，你快离开这里。就算你轻松可以对付那只怪物，可是这寒冰塔在三河基地你见过的吧？是铂金巅峰的强者，冰雪贤王的永东领域，加上那个奇怪的标物，整件事情都透露着诡异，很可能是针对你而来。你伤成这样，不如少说两句，跟我讲这个干嘛？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一个叫伊万贾夫的镖师，在5年前三河基地的那场战争中。哦，那个穿的特别清爽的人？那是我哥哥，他一直想再见上你一面。谢谢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不能看着你白白送命，你赶紧。完蛋了！知道是陷阱啊！这么送上门来，省得我自己去找，挺好的。太鲁莽了，你没有机会的。纵然你是赤血修罗斯南佩，叫我。我特意找来了这个。接着，王倩小姐说这个对老爷很重要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让你快跑吗？这边很危险。我怎么知道？总感觉就这么扔下老爷走了，静不下心。哎，老爷你受伤了？你流血了吗？好浪费，要全部收集起来。
你在干什么呀？小心，那家伙冲过来了！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还有点眼熟？是那个胖葫芦。哦，对了，司南佩，怎么？你伺机把板寸头拖到安全的地方。还有，谢了。好慢呀，怎么还没把那感染体干掉？感觉下面好一会儿没声了，该不会反而被那感染体干掉了？啊！你一个人坐这，不闷吗？嘿，你们俩一起上吧！嘿，很有精神嘛。第一次看到有人和老爷伯仲之间，那家伙也是铂金。平手？怎么可能？赤血修罗在传闻中不过是个伪铂金，他晋升铂金级别靠的是难以匹敌的怪力和杀人如麻的凶名。面对这样的强者，赤血修罗缺少进入铂金最重要的能力。力道不错嘛，可惜。觉醒领域，老爷，在这召唤出来的永动之塔里面，你没有任何机会战胜我，羡慕赤血修罗，司南佩。对对对，他靠恶作剧进的铂金吧？我想改名字了。领域，传闻中至强者们能够将自身异能延伸到身体之外的空间，在这一片由他们主导的区域当中，甚至能改变天象，无限的强化自身。赤血修罗不应该到这塔里来的，他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常识？难道是他有这能力，我们不知道吗？我就没见他不违反常识过。说起来，王倩小姐也聊过这个领域，说老爷不能用之类的。那我们都死定了！你怎么还能这么淡定？现在紧张，也跑不掉啊！哎呦，笑起来有点疼。你在笑什么？你这个冰棍棍，弄出来倒是让我想起来，为什么你和面罩男的能力让我感觉这么熟悉？啊，面罩？你是在说林秀涵？你的冰不错，确实比起那个面罩人要强上不少。不过比起那个人，还是要弱太多了。那个真正的冰雪贤王，哼！这就是林秀涵说的奇怪火焰吗？拦住他！这是什么怪力？简直像只妖兽。不过可惜，还是在永动之塔里。血之力。老爷的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刚才留下的血。原来你是故意中招受伤，真是好算计。啊？那倒真没有。果然和资料里说的一样，变得更强了，压迫感判若两人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你起来干嘛？又变更恶心了，是
是那个方盒子发出的滴答声吗？啊，遥控器！给我，一边凉快去！想得美！烦死人了！在这塔里可不是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喂，怪物！怪物，不是怪物，是的你，黑铁，求求你，帮我！老爷，哎，那东西在说话吗？嗯，真是新颖的求人态度。不过，还是要更正你一下，不是黑铁。把刚才收回的血液又排出体外。塔居然融化了，这也是领域吗？是最强的黑铁。好快，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。领域吗？不是领域。黑铁，我想起你了。再见了，无路人。一眼就知道是我，你倒是比他们都强点。喂，招待妹，还有气吗？你是谁？成绩喽。这是葫芦人身上的。可恶，跟我玩这套！哼，反应挺快呀，不过还是晚了。这宝贝入侵脑髓之后，可以大幅强化觉醒者的能力。一点小小的副作用就是会被方盒子里的软病毒中驱控制身体。给你个勉强铂金的家伙用有点浪费，不过你能力似乎相当特殊，对新项目的研究还是很有帮助的。赤血修罗，欢迎来到水熊城。老爷，外形没有激化，这倒是少见。无所谓，你跟我回去让老大慢慢研究吧。怪了，怎么没有反应？你想要什么反应？病毒？哦，对了，它的异能很特殊，难怪没有被控制。是直接用血液将病毒从体内排出吗？有趣，真是有趣的家。为了排出病毒，把自己炸成重伤。虽然方法不错，但你现在的状态还不是任我拿捏。真是嘴硬，明明溜得那么快，要不你赶紧下来试试。他是故意把血液都铺在地上等我下去吗？如果他还能使出刚才那招的话，确实不好应对。算了，这次就先放过你。销毁了病毒，我可记住你了，后会有期，司南佩。听我解释啊！你记住了个鬼啊！有本事别跑！老爷，你别吓我呀！哎，呼噜，睡着了。醒了？
感觉怎么样了？我躺了多久？老爷醒了。20小时31分06秒。我就想问一下，为什么给我绑成这样子啊？包粽子吗？问他。当时看老爷浑身都是伤口和血，实在不知道该包哪里，就全部绑上了。你就不怕绑慢一点，伤口都愈合了吗？我绑到一半就发现伤口消失了，可是我能怎么办？老爷你流了一地血，还失去意识，我都担心死了。抱歉了。其实倒下不是因为伤，是我能力的问题。喝点热水就好了。能力？什么意思？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人家因为一些不太方便的原因，使用能力时间很有限，战斗越激烈，能承受的时间越短。他平时基本上就一拳解决了，我怎么可能知道？气噗噗状态的话，大概就3分钟的样子。那围的也太快了吧？到底是多不方便的原因啊？一言难尽，你就理解成某种保护机制好了。没错，我之前为了预防这种情况，还让思南先生试了一下新的技术，效果可以说令人非常惊喜。不过人家血液离体1天后就会失去活性，包括容器也需要大规模测试才行。所以你躺着的时候，我多抽了一点点。难怪我躺了20个小时。话说，我真的能抽出这么多的吗？我听了思南先生的描述，他们那个奇怪的技术实在让我坐立难安。那具尸体的分析也要更快才行了。说起来，无敌那边应该是会有线索的吧？张可依小姐一回来就把她逮捕了，今天就立刻提审。老爷既然醒了，要去看看吗？不用去了，人已经没了。张小姐，怎么回来了？人没了是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，线索在这儿又断了。昨天一回来，就借着监察使的身份逮捕了他。等今天一大早立刻去提审的时候，发现无敌在牢里消失了。记录显示，已经提审完毕了。但是我查阅庭审内容，发现根本没有相关记录，也没有任何转移其他牢房的记录，被摆了一道。喂，这可都不是普通权限能经手的。没错，天府基地高层里显然是有脏东西。一共几个人啊？等我今晚……别再晚上了，老爷，你打算一个个揍过去吗？没错，那样只会让他们提前警觉，要想个别的什么办法接近高层的人。我有办法呀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哦，对了，我之前已经让钱老帮我备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文件。找到了，喏，这个镖局扶持计划吗？这一般是各火种基地用来培养自己镖局势力的常见项目，因为能和猿人拉关系，很受各个分局高层欢迎，确实是个好办法。但是用哪个镖局好呢？随便找一个也信不过。没想到张小姐的办法是让我们直接去建立一个新的镖局，还让我来当总负责人。这样我也算出人头地了吧？我原来以为镖局这种事情递一张申请表就好，没想到要缴这么大一笔保证金。那些是押金了，高悬赏任务一旦失败，会对主库造成亏损，保证金至少可以防止走镖失败之后镖师跑路，
所以镖局建立之后才可以接受各种团级以上的任务。相应联盟也对镖局给予任务优先和租借办事处之类福利。镖局名义完成任务也有额外15%的团队收入。总之是好处不少，申请自然是比较困难的。不愧是司南负责人，功课都做足了嘛。以我司南配黄金待定级别的实力，当然是手到擒来。可恶！第16次镖局申请被拒签了，居然说我只有一些送镖任务，无法判断实力。这个审查员据说非常严苛。哎呀，特意挑了不当班这天来申请，结果怎么临时换班了？我们接些其他镖再来吧。我们俩好像都只有送镖任务来着。要不我们明天再来？管他呢，先进去看看。同意，待会儿一起看看考核任务吧。怎么是你来审查？害我紧张了半天。公开场合少和我搭话。你的身体没问题吗？没发现什么异常。弟弟呢？怎么没在你旁边罚站了？弟弟，你说老程啊？他回去续职了。这次发现的情报可不得了，关于有组织掌握了基因强化液以外，大幅度强化觉醒幅度的物品，恐怕老陈要直接升职了呢。倒是你，虽然表现的无所谓，但是伤其实不轻的吧？加上脸已经被那些家伙记住了，最近还是要注意安全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前台招待员呀，你知道不是敌人就好。来吧，虽然考核都是随机分配，但是太麻烦的，我可以给你们换掉。叫我不要搭话，然后一直和老爷在聊天。将指定任务物品送达，并保护村落不被妖兽侵袭，为期1周。地点是林家村。1周时间太久了，还是换。不用，老爷。我们就解这个，好吗？还有，商量个事儿。阿佩，阿佩，司南佩，走神了。抱歉。还特意戴个没啥用的面具。你没事吧？要不休息下？我没事，离林家村还有10几里，到了村里再休息不迟。那就快走吧，我都饿了。老爷，是这个方向。是求救声。是这个方向哎。凑巧而已，你得意个什么劲啊？先救人要紧。救命！有人吗？好疼！糟糕了！多眼鸟，这附近常见妖兽，区区而己也敢在逞威风。你没事吧？能起来吗？谢谢，幸好你来得及。怎么是你这家伙？别碰我！你怎么有脸回来？别以为戴了面具就没人认识你了。我不需要你救。认识。离我远点！你人缘好差哦，这不会是你戴面具的原因吧？你是最没资格说我人缘差的吧？说起来，他这是要去哪儿？这附近
莫名其妙堆满了妖兽啊！哎，不能往那边跑啊！我们赶紧跟上去。我说你，干嘛老跟着我啊？嗯？担心你的安全吗？这附近妖兽这么密集，最好还是不要随意跑来跑去。你是镖师吗？没错，我们要运送补给物资到村里去的。你们能不能走慢一点？拖着这箱子我跟不上。你不是知道村子在哪儿吗？不用跟着我。不是说了，这附近都是妖兽。老爷，你悠着点儿。王小姐说你外伤虽然看起来痊愈，但是还是不太能随便动手啊！放开了！啊！你没事吧？哦，舒服了。怎么吃这么急？一副饿了很久的样子。还是不理我吗？联盟不是一直有在往这边送物资吗？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配额，不够吗？确实是有，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物资了。那怎么可能？我还托人每个季度。也许是妖兽聚集导致物资无法运送，村里好些人莫名失踪，也让大家怕得不得了。村长一直说那些人是被绑走了，没有人敢再出门，田埂也荒废了，粮食逐渐减少。我爸又……所以我就想自己出来找找办法。失踪？说起来，这妖兽我过去可没在这附近见过，恐怕在联盟档案里也没有记载。那你逃一辈子？喂，打到一半，怎么突然宕机了？醒醒！啊，这样应该能消停一会儿了。抱歉，有点触景生情。现在好了吗？你刚刚差点就被开了瓢。哇，你不太好啊！对不起，我不该走神的。嘿嘿嘿，但是蹦出来好多，不能浪费了。嘿嘿嘿嘿嘿。我能怀疑你是故意骗我动手吗？哼，他不是一直这样吗？你和这种人搭档得小心，嘴上说的好听，危险的时候扔下你就逃了，就像是之前对那样。前面就是村子，送完物资就赶紧回去吧。逃？